金科状元游街。我叫唐寅，一觉醒来，竟意外穿越到大前这个没听过的时代。不对，镜头过来，是的，码头上此时风光无限的状元不是我，这才是我。好一位状元郎，真是文曲星下凡呐！若有朝一日我能这般风光，寒窗苦读再久也值得。才貌皆是上乘，不知哪家姑娘能得此良缘。如今我不过唐家二房寻常少年，家境窘迫，种地为生。若不想一辈子困于农田牢固，唯有科举逆天改命。娘，我昨夜梦到我做了官，您和爹再也不用受苦受累，咱们一家人都过上宽裕安稳的好日子了。这话可万万不能当着你祖父的面说，他今年院士又落了榜，心里正憋着气呢。爹，你回来了。昨日我听祖父说，要在咱们唐家第3代里选一个送去学堂念书，可这唯一的名额给了唐炳。当家的长房一向得宠，你堂哥是长孙，送他去也是应当的。爹，你不觉得惊讶气愤，反倒觉得理所当然？爹，这些年家里几十亩地是谁起早贪黑种出来的？大伯家有一个人下过地吗？苦活累活不都是你和娘在做吗？你这孩子，都是一家人，计较这些做什么？既然是一家人，那大伯为何不去田间劳作，让您去读书刻苦呢？我头脑不如你大伯，去了学堂也是浪费钱财。大伯考了10几年，连府试都不过，这就不浪费钱了？阿银大病一场后，说话竟如此头头是道。说了如此多，你到底想要如何？爹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我要读书，我也一定能读好书。当家的，我入唐家多年，从未有过半句怨言。大哥读书多年，屡试不中。既然现在银儿有这想法，如今也该轮到咱们二房出个读书人了吧？可这一争，唐家的和气怕是要没了。爹，这些年唐家表面一团和气，可咱们却是越过越苦，越过越穷。聊了一整夜，天都快亮了，您就听我这一回。小叔，你们架子真大，饭点到了，还要我这长嫂亲自来请。走，今天咱们在饭桌上就把这些年的账好好算一算。读书费脑子，好东西本来就该先紧着我。谁让炳儿是唐家的读书种子？有些人天生就是下地卖柴的命，别瞎眼馋。祖父、祖母、爹、娘，你们吃。唐姨，你疯了！那是我的东西。这鱼刻着你的名字了，它如何就成你的了？怎么，读书名额是你的，唐家的吃食也全归你了吗？那我爹娘起早贪黑，累死累活，连个荤香都捞不到，又算谁的？这平日里呆头呆脑的臭小子，今天怎么这么牙尖嘴利，反了天了！二房就是这么教孩子规矩的。银儿，别闹，快坐下。娘，我没有闹，我只是想要一个公道。小辈在饭桌上肆意喧哗，半点规矩都没有。既然讲规矩，全家同食一桌饭，凭什么红烧鱼、白面馍，偏偏全都紧着大房？你这孩子胡乱挑事，不过是摆放的时候不小心偏了些。既然是放偏了，我挪回桌中均分，大伯母何必动怒？鱼便放在中间，谁愿吃自己夹？一点小事闹个不休，有辱斯文。
还好老头子的心没偏到西天去，看来我想读书这事儿有门儿。你们一个个别都像呆头鹅一样了，还不赶紧吃饭？饭要凉了。祖父，您常说，读书求学是为修身立德、光宗耀祖，孙儿谨记于心，不敢忘记。可家里的银钱口粮，尽数偏向大房，从未公平过。你小子今日怎么如此多事？食不言，寝不语之理，懂乎？小儿无知多嘴，资源自然要留给有本事、有出息的人。祖父，若读书只论本事，不论长幼，那孙儿也想试一试。你想是什么？祖父不是想让第三代去学堂读书吗？孙儿愿接过重任，进入学堂读书，为唐家光耀门楣争一口气。这小子疯了吗？竟敢觊觎我儿读书的名额！你说的什么胡话？读书是大房的事，跟你一个二房庶子有什么关系？大伯母这话我倒想问一句：只许大房读书，是朝廷律法还是唐家定的规矩？老爷子已经定下让阿炳去考，你还胡搅蛮缠，难道你要忤逆老爷子？《三字经》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，你大字不识一个，就乖乖跟着你爹娘种地劳作，好好供我读书。我将来金榜题名，自然给你们二房一口饭吃。祖父，您真因为长子长孙这种可笑的理由，就定下人选了？阿莹，你真的这般想读书科举吗？给我个理由。祖父，读书科举，重点是能不能考上。再是长子长孙，没能力考不上也是白费。就像大伯，年年考了10几年，连府试都没过。这小兔崽子嘴也太损了吧！我不就是多考了几年，碍你什么事了？我父好歹过了县试，你呢？够了，阿银，如果你只是嘴上功夫，这名额可落不到你头上。祖父，谁更适合科举？手底下见真章。我不求您直接给名额，孙儿只求一个公允。孙儿自知空口说白话无用，愿当场与堂哥比一比背书。二弟，你就不管管他，任由这孩子胡言乱语，拿全家前程胡闹。祖父，炳哥若真有真才实学，何惧与我比试？若是连我这个初学之人都不敢比，唐家何必年年耗费银钱供他读书？放肆！你小小年纪竟敢诅咒我们长凡！孙儿从无诅咒之心，只求祖父给二房一个公道。冰儿，你可愿与他比试一场？爹，不过是孩童的一时胡言，没必要当真。比就比，我还会怕你不成？我给你3日时间准备，免得旁人说我欺负你这个目不识丁的。好，就3日。若是你输了，往后这辈子都不许再提读书2字。可以，但若是你输了，往后便别再拿长孙明星压人，公平论本事。既然如此，便定了。3日后，你们在堂屋当众背诵《三字经》，谁能胜出，谁便入学堂读书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小叔你就不是读书料，你赶紧让你儿子趁早别妄想了。大嫂，读书看本事，让2个孩子比试一下便知。阿炳、阿音，你们须知，想在科考上有所作就，天赋、毅力缺一不可。这3日内背前200字，今日先随我认字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祖父，这个字怎么念？连字都不认，还敢跟我比？你真是个泥腿子！狗不教，性乃迁。我记住了。前世只依稀记得《三字经》开头2句，如今却要通篇背诵，还是满篇不实的繁体古字。所谓的穿越优势，终究不过一场空。往后万事都得从头再来。银儿，你这是在画什么？把整本《三字经》拆开，10句一格，背熟打勾，背错就重来。这格子上还标着时辰和次数，排得竟如此细密规整，
我儿如此聪慧，看来是我耽误他了。言儿这么苦读，娘却帮不上忙，只能陪着你，照顾你的身体了。礼乐社、御书数、古六艺、今不惧，为书学，人共尊，记识字，讲说文。大清早的瞎折腾，贪多嚼不烂，小心把自己背傻了。大伯母，3日后比试，你们输定了。怎么可能？他一个泥腿子，一晚上竟然背了这么多。昔孟母，择邻处，子不学，断机杼，为人子，方少时。亲师友，习礼仪。窦岩山，有一方，名俱扬。教五子，名俱扬。银儿，是爹没本事。爹，你愿意陪我，就是天大的本事。哼二唱。一家小人自己不睡还折腾别人，大半夜装模作样背给谁看？气死我了！这家就没一个能让我省心的。明天走着瞧。提前声明，今日只论背书，不说其他。爹，秉儿这几日用功辛苦，昨夜还被人吵得没睡好，若有差错，不必多说，错了就是错了。祖父，那我开始了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。玉不着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义。3纲者，君臣义，父子亲，夫妇顺。曰顺夏，曰秋冬，此4时，此4时。这小子关键时刻怎么就卡节了？银儿，你可千万别出错呀！开始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3纲者，君臣义，父子亲，夫妇顺。曰春夏，曰秋冬，此4时，运不穷。曰南北，曰西东，此4方，应乎中。曰水火，木金土，此5行，本乎数。他怎么背得这么流畅？我儿子做到了，他真的做到了！祖父，我背完约定的内容了。这小子竟然让他出了风头，我还能继续往下背。不可能，他一定在撒谎。幼儿学，壮而行，上治君，下赦民，扬名声，显父母，光于前，裕于后。我儿全背下来了，爹，我儿全背下来了。首孝悌，次见闻，知某数，识某文。炳哥，你方才漏了这一段。孙儿这3日用的便是此法，日日背书，夜夜复盘，每一处错漏，我都逐一等正，从头熟记。比试结束，按此前赌约。等等，这不算。果然如此，这老狐狸要耍赖了。父亲，科举不止背诵，单考背书太片面，不算公景，必须再考别的。大哥，当初说好执笔背书，怎能临时改规矩？弟妹，广文是为唐家大局，
莫因一己之念耽误唐家前程。明明是你们处事不公。够了！爹，大哥，我一直很尊重你们，敬佩你们。我没本事，只会种地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我就不说了。我从来都认，可规矩早就定了，孩子凭本事赢，你们怎能变卦耍赖？您非要拦我前程，那我只能多嘴了。大伯，您知道这几天为什么每当我背书的时候，伯母都给我端鲜美鱼汤喝吗？伯母跟我随意说了几个关于您落榜的故事，都把我惊到了呢。都停手！在外丢人现眼还不够，回家还要内讧。你这孩子，几句话就挑得长辈争吵，真是个祸害。我宣布比试结果作数，唐寅胜出，读书名额归他。这才刚开始。从今日起，唐家3代2房唐寅入塾读书。爹，这万万不可！胡闹！规矩是我定的，谁在无端闹事，就是忤逆长辈。孙儿谢祖父成全。孙儿定好好读书，为唐家闯出一条路。好孩子，过几日你便随我与你大伯同去3位书皇。入室赎身、买书、笔墨纸砚，样样都要银子。这是我平日攒的买药钱，先拿去供孩子读书。先把这个当了，凑齐读书开销。不行，娘子，这可是你唯一的陪嫁，不能动。寒门子弟的求学路，门后步步是难关，处处是刀刃。娘，簪子您留着，卖掉家里最后的体面，我书读的不安。娘不要体面，娘只要你将来有出路，有前程。前程要走，家的体面也要守住。明日我带银儿去找族长。爹，咱们早从族里借过不少，族长还肯通符吗？肯与不肯，总要一试，总不能因为穷耽误了孩子的前程。祖父，族长会借给我们吗？族长从不看情面，只看这人值不值得扶持。祖父，您放心，我会让族长觉得我值。族长，今日带银儿前来，是想向族里借一笔书轩银子。老弟，早前你和广文读书，族里已经破例结集过数次，怎么如今又来开口？此次不一样，是专为阿银求学所用。当年你带广文来借钱也是如此，你们父子反复拆掉族里银两，如今又添一个，你真当我这是钱庄吗？族长爷爷，您若是犹豫银子该借与否，可以先验人，再定取舍。小小年纪，倒是半点不怕生。怕无用，寒门读书本就先要受人质疑。你须知晓，我借的是族众公产，担的是全族脸面，不能随意拨付。正因如此，才更该借给能为族里争光争气的人。族长，阿银天资过人，短短3日便背完整本《三字经》，唐家上下全都亲眼见证，绝非虚言。初学3日，竟背完全本《三字经》，那我便考考你：礼乐射御书数，下一句是什么？古六艺，
今不惧。为学者必有出。下一句。小学中至四书。详训诂明句读。上一句。凡训蒙须讲究。你说一下何为首孝悌？这孩子可千万别答错，这关乎借银子的大事。惠族长，首孝悌是指做人首先要讲究孝顺父母、尊敬兄长，但孝悌不是偏袒纵容，家中无公道，所谓的规矩只会欺负弱者。这话是谁教你的？没人教我，是家里的日子教我的。会背书的人不少，但把书里的理用到自己身上的不多。银子族里借了，我看的不是老弟你的情面，而是这孩子的心性。族长，这份情我们记下了。读书是通天路，也是熬人的苦路。你若只是一时热度，趁早回头。多谢族长，我不会回头的。寒门无路可退，唯有读书方能破局。好，记住今日这句话，日后若能成才，莫忘本源，知恩报族，守正立身。若是半途荒废，族里今日帮你的情分，日后必当尽数追回。老弟，你和广文年年折腾，何时是个头？族里的公产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明年院试，我最后再考一次，若是依旧不中，我便作罢。从此按族里旧约，回乡做启蒙先生，安分守业。这场赌注，我们祖孙接下来，我绝不会输。青云之路，从今日起，我走定了。芹菜育勤学，红豆干肉敬师恩，这些入学六礼可马虎不得。若是把这些全都换成铜钱，夫子会不会更欢喜？读书高洁，岂能满口铜臭？那若是祖父当夫子呢？那自然是铜钱，多多益善。这只是戏言一句，你切莫当真。砚台先不买，家里找块旧瓦片，能否凑合磨墨？老人家，读书人进学哪有用瓦片磨墨的？太过寒酸了。祖父，可以换些便宜的粗纸，笔选实用的，只买刚需物件即可。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银子花在刀刃上，日后才有底气挣更多。掌柜，可有才剩的残纸边角？若是能用，可否便宜些售我？这些纸面不规整，但练字足够用了。好看无用，能写字就够了。多谢掌柜。方才还沉甸甸的，转眼就空了。祖父，原来读书这般费银子。所以我们唐家几代都被这读书路死死拖着，才半生清苦。旁人买纸如买糖，我却买一笔一画都要算计。来日我必要让笔墨生财，不再受穷途掣肘。凭什么让他去读？秉儿哪里比他差？不过是太老实，不会耍小聪明罢了。今日在堂屋丢尽脸面，秉儿赌约又输了，真憋屈。全都怪那小子，如今像是换了个人一般，愿赌服输，闹出去，丢的是我们长房的脸。脸面，如今这般，我们早就没脸面了。日后秉儿一辈子都要压在他底下，我们长房前途在哪儿？记得勿要多言。明日寅时动身，你随我与你大伯同往三妹书房，早些回屋歇息吧。银儿，试试背着，看合不合适。特意做大些，宽松耐穿，明年后年都能接着穿。很合身，书香也好看。
谢谢爹娘。我爱你们。你这孩子现在这么肉麻。明日就要去三味书房了，这便是我唐寅踏上科举路的第一步。大伯，您和大伯母消气了吧？一家人吵闹最伤和气。臭小子，人心若是长歪，早晚没有好下场。大伯教诲，我记下了。在外谨言慎行，守好礼仪规矩，莫要给唐家失了体面。祖父，朱夫子学问当真厉害吗？您考了数十年，大伯也苦读10余载。怎么，刚入学就嫌弃学堂？不如把名额换给阿炳。可惜，大伯说了不算。只要能进书院求学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朱夫子门下出过数十名秀才，我与你大伯屡考不中，是自身资质不足。况且，我们祖孙3人同堂求学，彼此照应，也是好事。广文，前日听闻是你家阿炳要来，今日怎未见人影？日前我与炳哥比试背书，赢了，便换我来。学生唐寅前来拜师求学，恳请先生教诲。求学之道，先正礼，后读书。你且回去休整，明日吉时备齐束修，再来行拜师正礼。学生谨记先生教诲。唐敖携孙唐寅，今日登门拜见朱夫子。求学之道，贵在诚心。此子知礼守度，可行拜师之礼。此束修6礼，不求贵重，只明求学本心。肉干利己，愿他入师门后守规矩，正品行；勤菜勤奋，愿他朝夕苦读；莲子苦心，愿他耐得寒窗；红枣励志，愿他少年奋发；桂圆圆满，愿他德学兼备；红豆感恩，愿他终生尊师重道。静守静心，自此除玩杂，专心问道。一拜恩师不弃，容我入师门；二拜恩师传道授业，教我明事理；三拜师恩深重，终生不敢忘。为师只愿你勤学不怠，立身端正，守心向善，可做到？祖父，我去哪个班？您和大伯也在吗？三味书屋分天地人3班，人班是启蒙班，你先去那里。当你通过县试了，就可进弟子班，你大伯在；通过府试进天子班，我在那里。若我先过县试，再过府试，岂不是要先后跟大伯、祖父做同窗？少想这些旁枝末节，赶紧进去，专心读书。新来的，我叫沈三多，你是哪村的？桃源村，唐寅。哟，原来也姓唐。那桃源村的2大名人，你肯定熟。唐昂考到胡子花白，连院士都没过；唐广文苦熬10几年，府试门槛都摸不着。说真的，你不会跟他们是一家子吧？2位皆是我至亲，一位是我祖父，一位是我大伯。好家伙，那岂不是祖孙3代全都在一个地方读书了？原来是唐家小学弟，祖孙3代战遍3班，倒是学堂一桩奇事。人字班分甲乙2区，4书5经没背完，只能在乙等区坐冷板凳。小学弟，
你刚来，先坐这儿，没个几年别想往前挪。身居末牌并不可耻，甘于停滞不思进取才是真丢人。祖父困于院事，大伯至于府事，那我便从这最冷的末牌起步，步步精进，一路往前。饼子咸菜全装好，不要饿着。在学堂踏实读书，家里农活不用挂念。一样唐家子孙，真是同人不同命运。可怜唯我家饼儿被埋没。家事不要再闹，好好守家。炳哥想学，我休假回乡便可授课。不必假惺惺。一路平安。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事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日日不辍，方能积沙成塔。堂兄，今日考经义，你竟一点不慌？不慌，慌也没用。唐姨，你背大学之道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事善。何解？明德是修身律己，亲民是推己宜人，止于至善并非虚言，是时刻自行矫正，坚守本心正道。事意通透，算过关了。取你平日练习的课业呈来我看看。这孩子悟性极高，可这字迹，你这字迹实在不堪入目，草草歪斜，一上考场便先输一截。原来卷王也有这般短板，这下我心里踏实多了。唐姨，你要知道，科举取士从不会因家境贫寒便放宽剧面规矩。学生明白。考官阅卷先看字，不会听学生辩解家境艰难。从今日起，每日临100字应试小楷，写废的纸字迹标出歪斜，日日对照。是，学生谨记父子教诲。字若不堪，文章再好也无用。我绝不能在这上面栽跟头。堂兄，夫子只是说你还得磨，可你这是要把手磨断啊！堂兄，天都黑了，你今晚回村还走不走？糟了，车怕是赶不上了。都怪朱夫子多加课业，害得我也要跟着徒步赶10里路。趁天未全黑，加紧些还能到家。爹，您怎么现在次次都向着他？你还愣着笑？大伯，县试考棚一坐便是整日，连10里路都走不下来，进了考场也怕是熬不住。考场考的是文章，又不是比脚力。文章要人写，人先撑不住，再好的文章也写不出。难怪您读了10几年书，连府试都没过，怕是进考场先把身体熬垮了。有嘴奸猾，小兔崽子，现在光耍嘴皮子功夫，等到了县试，我看你怎么哭！当家，
家的，你怎么累成这样？晚饭呢？怎么还没做好？这都什么时辰了？娘，你在田里劳作了整日，不必再下谷受累。我的银儿长大了，有人护着我了。怎么，他不做想让我做啊？门都没有！今天谁也别想吃。自古君子远庖厨，哪有读书人亲自烧火做饭的道理？大伯，家宅不和，雷击3餐，今日破例，全当磨砺心性了。凭什么他唐姨能出风头，我秉儿就得受这份委屈？这一切本来都是我儿的。消消气，我知道你心里苦，秉儿的事儿我从没放下过。今日这事确实委屈你们母子了，但这笔账我迟早会算。我信你，当家的。唐家小郎子，你又跑着来的，这可是10里地，不嫌累啊！乘车耗财，奔走强体，两全其美，何乐而不为？小鱼啊，你今日又慢一步喽。唐小郎这天没亮就在这儿温书了。堂兄，2年光阴，你日日如此争先，学春实在是心服口服。于兄见外了，现世选才，只看谁答得准，写得稳，做得久。堂兄，你这哪是读书，分明是在排兵布阵吧？现世便是进阶之战，自然要当作打仗来背。那我们算啥？凑数的配角？算与我并肩作战的同袍。我的好同袍，能不能通通通融，让我睡到日高3丈再并肩？可以，届时你只管在梦里的甲等区寻我便是。唐寅，今日复合千字文经义，便由你先来开篇作答。弟子请夫子任意抽问，不必拘着顺序。每答完一条，必须标注出处与译错字句，绝不能有半点疏漏。他这么个卷法，我们这些人还怎么活呀？要不，咱们也跟着卷一卷。这些空格可是你每日自朽的印记。回夫子，是。落笔自省，是为给自己一个交代，立字为据，时时警醒，不敢懈怠。学春兄，你今日又分心了。并非分心，只是看见了一个后来者。一等到等等鸿沟在前，可不是靠早来几日就能跨的。他像是把整整2年的心力，全压进了这场升阶试。死记硬熬可不等同于会应考，岂是2年能补齐的？像我等天资也足足用了5年。学春兄，你多虑了。曰国风，曰雅颂，后句好四诗，当逢咏。头悬梁，锥刺股，前句彼不教，自勤苦。看来你不只是死记硬背。回夫子，我背熟是为了破题立意时心不慌。唐寅这是被文曲星附体了吗？他这哪是背书，分明已经摸到写文章的门迹了。我还停留在背目录的阶段啊！
从今日起，唐寅的复合题目加倍。背诵之外，再加精益解析、破题立意、规范小考3项。这算哪门子嘉奖？分明是加码折磨啊！谢夫子，弟子愿一试。有点意思。堂兄有此心志，日后前程必定不可限量。老夫倒要瞧瞧，你能带着这1等区闯出几分气派。弟子不求一步登天，只求每日往前再进1寸。进1寸，小子，几日后的月考大比才是真正考验你的时候。堂兄，我们不如比比，谁先过了夫子的考测？沈兄，比可以，但得加个彩头，这样才有趣，不是？你输给我100文，我输给你50文。我背半本，你背整本，输了还只赔我50文。沈兄，这叫照顾同窗信心，免得你输得太难看。成，等着，这50文我收定了。沈兄，我们提前说好，输赢以夫子考测为准，你可不许耍赖。堂兄，我今日定能背完，你等着输钱吧。夫子，弟子请考。整本无误，可往前一位就坐。沈兄，愿赌服输。堂兄，你这人也太心急了，半点情面都不讲，可怜我的零用钱。学堂之上，主动应答，本就是历练应对现实临场应变的本事。沈兄加油！小郎君，买这么多肉和鸡蛋啊？回去给爹娘补身子。这般孝顺的读书郎，在清河县倒是少见得很。多谢老伯夸赞，小子不敢当。云腾致雨，露结为霜。后2句：金生绿水，玉出昆冈。林深履薄，素洗温纯，示意。林深履薄是行事谨慎，素醒温纯是晨昏定谢。这小子不仅背得快，竟连释义都如此通透，前途无量。他背书就算了，怎么还讲上道理了？沈兄，这就是你输100文的原因？夫子，弟子熟背原文尚可过关，可若要复现草，破题章法上还差得远，还请夫子多指教。随我来。唐寅，你背得快是好事，可现实里精益破题、成题起讲，哪一样都不能空。弟子知道，所以想请夫子继续往下教。好，课后来找我，今日讲大学。但你记住，今日我教的是路，不是捷径。弟子要的竟是路，捷径走不进考场的。夫子，格物致知若入现实题眼，可否从修身落笔？今日到此。
可还有2段没讲。小郎君，你再问下去，夫子明日可要告假了。唐寅，普通的背诵考测，怕是快压不住你了。先生先喝口水，唐小郎之这股劲儿，怕是要把书房都问穿喽。此子若入考棚，这清河县的科考，怕是要变天了。堂兄，你到底怎么背得这么快？若有诀窍，千万不吝赐教。第一，拆段记诵；第二，互相抽考；第三，每日复盘错处。还有最重要的一条，你见过5更天的清河县吗？非得见吗？我起不来啊！不见也行，那就看着别人往前坐，你留在乙等区喽。我学，5更就5更，我也跟着堂兄一起卷起来。堂兄，就没有不用5更起床又能背得快的诀窍吗？有，梦里背。沈兄、蒙兄，咱们3人互考，谁背错了就请大家吃茶叶蛋。怎么又有彩头？上次100文还没心疼完呢。沈兄，不付出点代价，便不会放在心上，自然也记不牢靠。李兄，请留步，要不要加入我们？堂兄亲自带队。不用不用，我只是路过。李兄，不能只有我一个人输钱，要卷，咱们大家一起卷。蒙武，你错了一次，茶叶蛋1枚，记下了。蒙兄，错了可不是坏事，今日在学堂错，将来考场上就能少错一次。行，我先丢这个脸，谁错的比我多，明日请我吃蛋。那我也贴，输可以，但不能偷着输，要输就明明白白。我一个人苦读是快，但带着一群人一起苦读，那便是把这学堂提前变成了现世的考场。堂兄，蒙兄说你背书快是早有旧底子，不是真靠应届。堂兄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你升位太快，不像从头学起的。无妨，不信便比一比，你背半本，我背成本，谁先过了夫子考测，谁就算赢。我半本，你成本，那自然要有彩头。200言，输了可别讲我欺负童装。放心，规矩我最熟，保管输也输得明明白白。你这输的倒有点心酸。夫子，弟子请考。不是吧？这才几天，他连全本都背完了。唐寅通过，向前一位。蒙兄，愿赌服输。你们这哪是读书，简直是挖坑等着人跳。堂兄这里可没有白占的便宜。堂兄，你再这么赢下去，可就没人敢跟你赌了。3日内，谁少错10处，谁赢。赢的人少抄1页，输的人多抄1页。这比输钱还狠啊！我参加，背书输了钱，错题不能再输人。我也赌，不过茶叶蛋另算。那就再赌一把。读书也要动筋骨，你们别光看着，也搬一个试试。我这小身板可扛不住，他搬我还差不多。
堂兄，这石头可不比书本，别闪了腰。科举考试一做就要数日，可不能把身子弄垮了，否则文章再好也站不住。堂兄，这可不是文章，是实打实的石头。要不要比一比，加点彩头？连举石凳都比，总不能这回也输吧？堂兄，背书我是心服口服，可力气这事儿，我可不认。那就这样，一人100文，若我搬不动，赔你们各100。堂兄，快别勉强，输就输，给我100文就行。刚才是热身。好家伙，同龄人里能跟我比力气的又多一个。承让，拿彩头来吧。你每日清晨跑10里，果然不是白跑的。考场上身体也是本钱，我当然不能拉下。这小子不会在学堂里聚众惹事吧？放心，年轻人比试彩头，倒逼出一身本事，比浑浑噩噩强多了。可读书人怎能满脑子都是钱？唐老弟，你家的矿况我也了解几分，若没有钱，纸笔从何处来？又能让他安稳读几日呢？唐敖，这孩子的路不能再被家里拖住了。累死我了，爹，照我看这没什么用。祖父，大伯，才练2回，效果自然不明显。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。祖父若肯日日练着，明年院试至少不输在腰腿上。每次这般跟着你奔跑练体，老夫真觉得身子骨一日比一日硬朗了。你们都来看呐！二房背着大家偷偷吃独食，肯定是祖父奶奶偏心，好东西全塞给二房了。不是爹娘给的，是银儿自己拿钱买的。哼，他一个只会读书的郎官，难不成书里还能调出钱来？大哥大嫂，这真是银儿自己挣的钱。爹，偏心也要有个分寸，您今日得给个说法。对，祖父祖母就是偏心，就偏到二房去了。银子隔3差5偷偷送，牛肉也是想吃就吃。我就知道，我早就猜到是这样。生米恩，斗米仇，是我从前娇惯你们太久，惯得你们不分黑白。二房如今能吃香的喝辣的，还不是因为你，害得我家秉儿连书都读不成。爹，我到底是不是您亲生儿子？混账！你说的是什么混账话？这些年我在厂房如何，你当真一点都看不见吗？急什么？既然今天把话说开了，那就把这些年的账一笔一笔全都算清。今日要是不给个痛快说法，我立马收拾东西回娘家。我也离家出走，不待了。大伯母请便，堂哥也请。正好祖父偏心二房，也能偏得光明大正。要走就身体力行，别只站在门口光喊不动。你少在这里煽风点火，挑拨离间。大伯刚才不是非要说法吗？这不给你一个？够了！这些吃食全是阿婷靠背书对赌赢来的钱买的，没花家里一分一毫。他还能在学堂念出钱来，这话也就骗骗傻子，谁信呢？我这把年纪，有必要替他撒这种谎，犯得着吗？他能有什么本事？不被人骗光钱就不错了。他没本事，那当年去3味书馆读书的
怎么不是你？既然说到吃食，那就顺便说说小灶。大伯母掌着厨房这么多年，私下给长房开了多少小灶，当真没人知道？你血口喷人，少在这里污蔑我！绕来绕去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有话直说。既然你看我不顺眼，我看你也心烦，干脆分家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银儿，不可！为何不行？等分了家，长房爱怎么开小灶就怎么开，我半句话不会管。我给爹娘买东西，也碍不着瘾，岂不两全其美？一家人好好的，说什么分家？二房种地撑起家里开销时，就是一家人；二房吃一口牛肉就不算一家人。大伯母对一家人的定义倒是别致。娘，您快听听，这孩子翅膀硬了，要拆家呀！银儿，分家不是小事，是动根基的。今日把话说开就好，千万别讲气话。阿银，家一分，人心就散了，此事莫再提。你爹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分家这事儿太大了。说到底都是一家人，真走到那一步，爹，若有一日长房闯了祸，却要您拿命去填。若真有那一日，这个家我不要。堂兄，你再往前挪2位，连背影我都看不见了。所以沈兄你应该追，不是叹气。沈兄今日少错3处，你还给我专门记着。同袍不只是一起喊口号，是互相盯着进度，谁也别掉队。从今日起，我绝不偷懒，跟着一起追。再不开始，明日榜上又要被甩一大截，追都追不上了。为何从人字落笔？县试题小，立意不能小。人可入修身，也可入治家，承上接下都稳。若题眼落在礼呢？礼可正言行，亦可安邦国，定规立序，皆顺。唐寅通过，向前一位。他这晋升速度简直是个怪物。堂兄现在可不只会背书了。堂兄这进阶真是越来越快了，怕是马上就到我们甲等区了。背得快是一回事，文章根基未必好。赵兄说的是，等他升上来，你正好与他比一比高低。一等区前排都被他惊动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怕是真拦不住了。堂兄出身寒门，竟能精进如此之快，实在难得。今日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往日个个贪睡，今日倒比先生到的还早。不是太阳反常，是堂兄卷得太狠，我们根本不敢偷懒。昨日我错16处，今日只错11处，谁敢笑我，我拉他一起抄错题。堂兄坐着背都这么直，我扎马步，好歹腿上功底赢他一截，不能输。蒙兄，身子要稳，别左右晃动。考场之上，马步可不算分数。蒙兄，落笔答题，经文纯述，要再加把油。今日竟无半分杂音，满堂学风，倒是焕然一新。这套复盘背书法是谁教你们做的？回夫子，弟子只是将自己平日备考的法子分享给诸位同窗。县池名额有限，一人精进事小，众人共媚变强，方能不负寒窗。说得好，既然大家这般勤勉刻苦，那今日便多加一场随堂考测，查漏补缺。堂兄啊，堂兄，你可真是害人不浅！好好的早读，硬生生读出一场家考，并非我害人，是夫子顺水推舟，成全大家的勤学之心罢了。谁的怨声最大，便最先上来应试。最后一题，春秋之意，重在何处？回夫子，乃微言大义。
过了吗？夫子怎么不说话？全数复查完毕，无一疏漏。唐寅自今日起升入甲等区。太厉害了，竟然真的全过了！入甲等区是踏入考场前真正的门槛，前路更难，切莫懈怠。弟子谨记教诲，谢夫子。堂兄，你可算给我们争足了脸面，太厉害了！你先去甲等区等着，不出多久，我和三多一定追上去。堂兄，等我。堂兄，你就用不足100日便完成升阶，这进展实在惊人。不足100日，这速度确实令人心惊。赵兄当初天资卓绝，也用了150余日，堂兄属实后来居上。薛春兄，恭贺堂兄便可，不必把我也摆上台面比较。赵兄能被众人拿来相较，本就证明你始终站在高处，是我辈标杆。既入甲等，背书算不得本事，往后治学，我们只比文章高低，求之不得。二位若要切磋文章，我恰好可以在旁观摩记录，跟着精进。观摩无妨，只是不必再记录我耗时多少，揭人短处。市井斗魔，市井道言杂粗鄙，有辱斯文。我们快走，少看糟心事。大伯，里面被打的那个人，看身形样貌像是堂哥。休要污蔑阿炳！若让我知道你乱言造谣，今日绝不饶你！住手！光天化日，你们竟敢随意殴打百姓！哟，是个读书郎，你儿子赌输5两银子，还敢污蔑我们出千？今日算便宜你们！阿炳，老实说，这5两银子你从哪里得来的？说话！这银子哪来的？混账东西！你竟敢偷偷跑去赌钱！你们又不给我银钱，我便自己想办法去挣，不行吗？小少爷，5两银子输得一干二净，输不起就别赖我了。一定是你们暗中使诈，不然我不可能一直输。少说废话，先回家。堂哥，你老实说，那5两银子到底是哪儿来的？臭小子，关你什么事？别多嘴！若是唐家宫中银两，便有2房1份家鼎在内，我就必须问清楚。这些年张本管账，每一笔开销都清清楚楚，岂能有猫腻？既然账目清白，那更该当众说明处。大伯，我想到爹娘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一文一文辛苦攒钱。堂哥倒好，一时挥霍，竟输掉5两文银。不过几两银子，用得着这般揪着不停的数落吗？这么晚了，谁会来敲门？老头子，官府下发文书，又到征调徭役的时候了。上头摊派，你们家必须出2男丁服役，不愿去的，一人缴10两银子抵。怎么又涨了？上回明明不是这个价。官府定的规矩，我无权更改。我正专心读书奔考，前程要紧，绝对不能去服徭役。广文是家里的指望，万万耽误不得。他的徭役定要用银子顶替。那我爹呢？
家里的钱只够保广文，你爹常年下地，身体好，去一趟徭役营也不算什么。我命苦也认了，只要孩子能好，家里能过得去，我这条身子扛就扛了。我爹这双手，日日耕田种地，撑起唐家大半生计，凭什么我爹要拿性命去赌那九死一生的徭役？世人皆知徭役苦不堪言，多半是客死他乡，这怎么能叫没什么？都别急，家中还有几件祖传老物件，明日拿去典当，说不定能凑齐广得的银子。完了，我偷偷把老物件拿去赌坊的事，怕是瞒不住了。不必找了，老物件早被堂哥唐炳偷偷拿去赌坊，输得一干二净了。你怎就如此不争气，败光了全家生计？你小叔那徭役钱，让咱们去哪儿凑啊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是好心想挣钱的。炳儿也是好心，不是故意的。广文的份额我们出银子，剩下的徭役名额就由小叔去。堂哥赌钱输光家底，无人问责，反倒逼我爹拿命替你们填坑，天下哪有这般道理？你一个小辈也敢当着长辈的面胡乱嚷嚷，不懂半分规矩。我爹即将被人推出去送命，大伯母却还在质问我不懂规矩。这个家终究是没有我们二房的活路了。祖父，今日我郑重提出一事，分家吧。阿银，先凑钱熬过徭役，分家的事容后再议。祖父，今日这摊徭役就是必须分家的根由。族长，能不能再帮我家拆对些银两，渡过这难关？唐敖，先前我已斋戒你们多次，唐家一脉不止你们，族中公产有限，恕老夫无能为力。爹、银儿、大哥、大嫂，你们别再争执了，我去服徭役，我身子骨硬，能撑过去。我事事忍让，只求一家和睦。可今日我再也忍不下去了。当家的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若有三长两短，颖儿还小，你让我们娘俩怎么活？我男人绝不能替别人家的过错去送命填坑。我的男人我来护。爹，分了吧，这般互相算计的一家人，过下去没意思了。我们不同意分家。但是明日日落前，要么缴齐10两银子，要么出男丁复议，别无他法。族长阿爷，给我1日时间，这10两银子我去借。那便给你1日时限，记住，明日日落前银子不到，便去复议。堂兄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刚升去甲等区，一切可还顺畅？是不是想我们了？堂兄今日可是要同我们再比比力量。沈兄，蒙兄，我此番回来是特意来求助的。堂兄，咱们3兄弟不分彼此，有难处尽管直说。家中需凑齐10两杆子，抵免徭役，救我父亲。今日是最后期限，想向2位暂借。这是大事，这是我攒的3两，堂兄你尽数拿去。堂兄，我这里有2两，虽不多，也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多谢2位，还差5两缺口，我再去寻于哥和赵公碰碰运气。万万不可！于兄清贫，赵兄家教极严，去了也是白费功夫。若实在无措，我便归家去求我父亲，看能否凑出剩余银两。不必折腾你家人，我爹开着风雅书坊，周转方便，我去寻他开口便是。今日这份人情，我唐嫣牢牢记下了，此生不忘。堂兄你天资卓绝，日后金榜题名时，别忘了我们这2个同窗兄弟就够了。夫子，不必再四处奔波求人借贷，余下的5两，为师替你补上。今日诸位倾力相助的大恩，唐因铭记于心，日后必定连本带利，悉数奉还。这银子无需急还，我不求你分毫回报，唯一期许，便是你的学业前程。你先安心处理家事，切勿因家中变故荒废了平日学业。快点，再快点，
再快点，一定要赶上，绝不能让爹去送死。别白费功夫等了，毛头小子能借到什么钱？族长，求求您再宽限片刻，再等等我家银儿。广文和老爷子多年都借不来，小叔你就安安分分服徭役，别拖累全家。闭嘴！你们反复逼我爹服徭役，是不是料定他凶多吉少，想吞掉二房家产？你这小子胡说八道！你们二房有什么家产惦记的？看来大伯母您心里什么都清楚了啊！银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，银子借到了吗？哼，平时就知道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，现在这么晚才回来，能借到钱才是怪事儿。阿莹，今日最后期限，再交不出徭役银，我也无法向官府交代。你还小，借不到无妨，爹明日去服徭役便是，你不必自责。爹，你倒想得开，你要去服徭役，娘在家怕是每天都要提心吊胆了。族长阿爷，10两银子，一分不少，尽数在此。数目无误，银两足责，徭役之事就此了结。族长阿爷，危机已解，昨夜当众约定的分家之事，还请您做个见证，也该兑现了。好，咱唐家言而有信，丁是丁，倒是宝。我看明天分家正合适。这老东西，感情不是你家分家，竟在这顺水推舟。银子都已经交清了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好好的家还分什么分？正因为今日我能借钱救爹，才更要分家。你年纪轻轻，心思如此执拗，好好的非要分家，平白让外人看了笑话。不是阿童执拗，是你们长房的自私算计把家逼散了。在我眼里，家人的安危远比虚名重要。既然二房心意已决，明日召集族老见证，两房分立，各安其生。走到分家这步，说到底还是资源太少，人多事儿多，开销大，利益一挤兑，矛盾自然就冒头。若是家业够大，自然不必争得面红耳赤。先料理家事，挣钱渡难关，安心读书科举，才是长久之计。夫妻搬出家里，这四处透风的茅草屋，我们怕是难熬啊。活人还能让尿憋死？怎么，你后悔了？打算灰溜溜回去？娘子，这是什么话？既然搬出来，就不走回头路了。我只是担心你们母子扛不住。爹，放心吧，我身上还有点钱，这就去买纸，把透风的地方糊上。祖父祖母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冒冒失失出来单过，顾头不顾尾，这不给你们送点帮衬来吗？小家伙别愣着了，先把草纸贴上，免得受风寒。这条还是太差了，我得想办法赚钱，盖青砖大瓦房。沈兄，听说你家是开书铺的？对啊，4书5经、文房书宝都有。堂兄要买，我给你内部优惠价。我不买东西，只是想问问，你强叔父卖画本吗？画本？以前卖过，生意太差就不卖了。你问这个干嘛？我打算卖一些画跑书稿，不知道你家叔父收不收？那得看删稿质量了。要是俗套的故事，堂兄，我可不收啊。堂兄，你有画本书稿要卖，要是没新意，我可爱莫能助。故事定有新意，绝非俗套。堂兄口气不小，该不会是你亲自执笔吧？刚背完4书5经就要写画本，堂兄你还是人吗？沈兄，别逗笑了，写的不好你可别笑话我，还请多多包涵。放岁假时我定竭力赶稿。怎么会笑你？我等不及看你这妖孽能写出何等大作了，何等大作了！阿银刚进甲等区，科举之事，恳请夫子多多费心。唐昂，你还来这套？担心我不教他，特意送礼走后门。我跟广吻科科举太惨，实在风声鹤唳，生怕阿银步后尘。你呀，不用你说，我也会尽力。他可是我的得意弟子。科举涉及极广，不仅要博闻强记，更需悟性与运气。唐寅是块璞玉，我会用心雕琢，但成败要看他造化。想起来，唐家和唐广文他俩考神真给我留下阴影了。那孩子真的能行吗？科场取士尽在八股文章，而八股之精髓不在辞藻浮华，而在吃透4书5经义理，融汇于心，方能策对从容，文曲功名。终于进入正题了，连日苦读，不负今日。
科举题目皆出四书五经，做文章须带圣贤立言，要以圣人之心为心，不可夹载私货，更不可追求虚浮辞藻。寥寥几句就让我醍醐灌顶，朱夫子果然有一套。有良师如此，科举之路自当稳行。破题直抵核心，成题深明其要，其讲抒发论述，述古首尾呼应。夫子，敢问如何方能循序渐进，精研八补？八股之体归为八段，序不可乱，此为文章之骨。夫子讲解通透，条理分明，受益为浅，现实应该稳了。做好3点：第一，重点诵记江族集注，此乃做文章之基石。等等，不对劲，前世明明是朱熹的著作集注，这里怎么变成了江籍集注？而且这个世界的三字经、百家姓，居然都是这个姜子的手笔。这姜子干了这么多大陆的活儿，怕不是个穿越者吧？第二点，取往届优秀文章，先行抄写临摹，吃透再出新意。第三点，勤学苦练对仗，每日皆练一对，久而久之便会自然顺畅。多谢夫子指点，学生愿多闻教诲，越多越好。这小子好大的胃口，换做旁人早听不进去了，他居然还能吸收。科举诗文分试帖诗和自由命题，后者无束缚，可自由发挥。但你们莫要因小失大，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古文才是正途。弟子谨记夫子教诲。赵兄，堂兄这般刻苦，你我也需如此，才不负大好青春年华。每人都有其学习之法，不可一概而论。唐寅这小子真是我的福星，这学堂风气简直绝了。真不敢想象，明年的县试，我们3位烧堂会取得怎样惊世骇俗的成绩。大冬天的，堂兄那里的软木暖垫靠背椅，真是让人眼馋啊！等着吧，我们兄弟迟早也要跳级到甲等区。写完字了，稍后来我书房，有话跟你说。是，夫子。从前夫子最常点名的，经常叫的，明明是我赵明心。唐寅，明年县试，我定要与你一较高下，分个胜负。你的行书已达火候，我已教无可教，欠缺的只是你自己的风格。这是一些名家字帖，你拿去临摹，磨练几封。这竟都是前朝大家的手迹，夫子这太贵重了。迂腐，死物放着也是蒙尘，拿去练字才不枉他们的价值。夫子，这般珍贵之物，其他人有吗？废话怎么这么多？你若不要，我便收回了。要，宋初哪有收回的道理？多谢夫子提携。看来夫子是独独偏爱我啊。从今日起到正月15放1月岁假，你们不要松懈。来年我可要挨个查功苛刻。终于放假了！堂兄，没有你自律的背影，我假期提升怕是要大打折扣了。这跪田的姿态真是没眼趣，我还是赶紧走吧。堂兄，岁假咱们一起好好玩耍一番如何？沈兄，莫非忘了我假期要吟写手稿之事？看我这记性，堂兄就是练字写文章，咱们别打扰他。写话本赚钱的事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免得惹麻烦。银儿，岁假将至，天寒路远，不便奔走，上车一同回去吧。阿童啊，你非得分家，不然一同回家热闹多好。大伯，距离产生美嘛，分家后咱们感情越发融洽了呢。爹娘，放假了，这1个月我得写点东西，不能帮你们干活了。看你说的，读书考科举才是正经事，不用管我们。你只管读书的事情，其他的事不用你操心。既是第1本小说，该选什么题材方能引人入胜？太超前了，古人恐怕难以接受。开始还是武侠受众最广，最为稳妥。
那就选《射雕英雄传》吧。郭靖勤勉奋进，与这个时代风气相合，极易代入。我只是为了养家，暂时拿来一用，还请金老别业恕罪。第一回，雪夜惊变，长春真人丘处机逃到牛家村。爹娘这么辛苦，我要抓紧写书赚钱。今日除夕来老斋团聚，家还是那个家，感觉却大不相同了。哟，小叔你们一家来了，你们不在这里住了，我还怪想你们的。村里人整天议论你们的破茅草屋，连累我出门都被指指点点。够了！大过年的，谁也不许说丧气的话，好好吃饭。必须快些赚到钱，定要建起青砖瓦房，让爹娘衣食安稳，不受旁人轻贱欺压。写华本是眼下最快最安全的谋生出路，绝不能有错失。第二次华山论剑，西毒欧阳锋逆练九阴真经，力压群雄。总算写完了。真不知金老爷子当年是如何构思出这般神作的，还缺个笔名，以后书火了，这名字得响亮，要大气稳重些，就叫汉唐，以此致敬我上辈子那个伟大的世界吧。爹娘，我要去一趟县城。这才正月初6，距离学堂开贺还有10日，去县城做什么呢？娘放心，我去见个同窗，找他办点正事儿。那你多穿点，天冷路滑，记得早去早回。在家多日，身子倒有些疏懒，体质都变差了。此番出门，全当强身健体。堂兄，欢迎来我家做客。我爹去了铺子，只能由我接待你了，见谅见谅。沈兄再这般客套，我可扭头就走人了啊！堂兄，你初6便来，该不会是话本全写完了吧？这么快？幸不辱命，全在这儿了。沈兄请过。堂兄真有你的，平日里只知你学识好，竟还藏着这般本事。好家伙，情节环环相扣。不过堂兄，你这别号唤作汉唐，不知是何深意？前些时日，我做了一场黄粱大梦，梦里竟有一盛世王朝，名为汉唐。凡冒犯我汉唐者，虽远必诛。汉唐王朝荡平四方夷狄，声威震彻天下，引得万国来朝。这都1个时辰了，金老爷子的书真是古今通杀呀！沈兄，这本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你看着如何？可入得了眼？简直欲罢不能！其他画本跟他比，当真就是垃圾。堂兄稍坐，我这就去书凤找我爹拍板。若此画本要能卖得好价，便可还清家中债务，为爹娘换一座安稳宽敞的宅院。几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难道书稿出了岔子？堂兄对不住，都怪我爹，他一看手稿也陷进去了，把时间都忘了。堂兄，售卖肯定没问题，但我得先给你交个底。首先，我没把咱俩是同窗，也没把你的真实情况告诉我爹。我爹做生意精得很，若知道这书出自一个少年之手，10有8九会想办法把价压低。真孝顺，不过这或许是他们父子俩寓意先刚的套路。你我兄弟尽在不言中，你且直说，伯父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堂兄，关于《射雕英雄传》手稿，你是想一次性买断，还是长期分成？我建议你选分成，这书肯定大卖，会有源源不断的银子。这沈家真是会做生意，把利害说透，不仅结了善缘，还免了后续的麻烦。既然伯父如此高看，那便分成好了，咱们共同赚长期的银子。是我们沾堂兄的光，分成比例，我爹说定为5-5之数，如何？没问题。沈家后续印刷宣传投入巨大，5-5分很合理。合作愉快。等书大卖，咱们就看蒙武夫子他们震惊的表情。此事有劳沈兄代为保密，切勿外传。扮猪吃老虎，暗爽要比明爽来的强烈和安全。对了，堂兄，主角郭靖那么勤奋，该不会是按你自己的原型写的吧？不是，我并非天资卓绝，只是学习之法尚算得当，再比旁人多几分勤奋罢了。我是用郭靖告知世人，纵是资质寻常之人，只要肯竭尽勤勉，亦能踏出一条青云坦途。
怪不得堂兄如此耀眼，我以后也要努力追赶，走出自己的青云路。光顾着激动，都忘了饭食。堂兄饿了吧？我让后厨做饭。多谢沈兄款待，点心已是十分可口。天色渐晚，我也该告辞回去了，免得家中爹娘挂念。堂兄慢走，我这就回去，把《射雕》后半部一口气看完。加班加点印制，一定要赶在即日发售。东家，那边售卖新画本了，叫什么《射雕英雄传》。他家哪次卖画本不是赔个底儿丢？这画本写得好的人全被咱们垄断了，任沈家如何横跳也翻不起浪花。东家说的对，咱们就看他怎么赔钱收场。掌柜的，挂出幌子半天了，一个看画本的都没有，感觉不妙啊。你懂什么？大伙儿不知道社交多精彩，等打出口碑，自然门庭若宵。都没人进店，打什么口碑？掌柜把老本都投进去了，恐怕要关门歇业了。哟，李爷来了，您是要看看咱们最新画本《射雕英雄传》吗？我是来买纸笔的，不看什么画本。李兄，闲着也是闲着，瞅两眼咱们的新画本，还请多多指点。这什么《射雕英雄传》，单听名字就土里土气，没看下去的念想。李兄，你且看3、5页，若不感兴趣，转头便走就是。既然老沈都这么说了，我就随便翻翻应付一下吧。妙啊！这郭靖初入江湖竟能写得如此真实，后面到底如何发展？李爷，您的纸笔拿来了。且放在那儿，我再看一会儿这画本。什么情况？就这么点功夫，这位主播就看入迷了？我全篇通读过《射雕》，早知道它魔力所在，不然怎会押上全部身家？李兄，你觉得这《射雕英雄传》如何？可是老套生硬的故事？老沈，这次是我错怪你了，这画本还真有意思。李爷，既然满意，不如买回家慢慢品鉴。你是头一个，给最大折扣。也好，钱给你，我得赶紧回家接着看。掌柜的，还真有人买画本了，总算开张了。这样积累口碑还是太慢了。你去店门口摆下桌椅，设个免费茶摊儿。掌柜，茶叶可不便宜，免费让人喝不是亏大了？大伙儿喝茶解闷儿，看看我们新出的画本，不收钱。哎，能白喝茶水，看看也无妨。客官莫急，我给您念念这降龙18掌。东家，对面搭免费茶摊送射雕看，怕是要抢生意。沈伦那馊主意，画本太差，请人吃席都没人买。掌柜的，我这就去瞧瞧他们免费送都没人要的笑话。不好了，东家，蹭茶喝的人好多都掏钱买书了。不可能！沈家那些破烂，谁会掏钱？是真的，给的银子还不少，比咱们的都贵。一天卖出30本，咱们终于能挺直腰杆了。连带笔墨纸砚都卖爆了，得赶紧加印。客官您拿好，下一位。岁价结束了，不知画本卖得如何？只要能卖出100本以上，
我就能还清欠债。风雅书房，但愿你不负所望。新宅院，全靠你了。福伯，好久不见，新年一别，现在看您越来越年轻了。小唐，一晃又过1年，瞧你这模样，倒是愈发沉稳出息了。堂兄，你且来一下，我有急事和你说。堂兄，喏，你先看看这个。沈兄，这少说也有50两吧？画本售卖的如此好吗？去我家买射雕的人，每每都排出一条街去，这可全托了你的福。这是这些天的进账分成，以后银子还会源源不断送到堂兄手上。能分这许多银两，全赖托举。这3两是归还昔日借取的银两。堂兄，你拿出的画本已令我家日进斗金，这点小钱还提他干嘛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沈兄必须收下，不然我心难安。唉，你太钻牛角尖了。行吧，我收下便是。多谢沈兄在我急需钱财时慷慨解囊，此间种种，我都铭记于心。堂兄别客气，同窗之间帮一把很正常。至于画本，那是互相成全。同窗之间帮一把很正常。那祖发伯待了这么多年，怎么借不来3、5两银子？多谢蒙兄此前出手布助，现在我便将钱还上。堂兄，你这么快就还钱了？这可比2两多出不少，我可没想过要利息。大块头你就拿着吧，堂兄最近手头富裕，多给点也没什么。堂兄，你是做了什么赚钱的买卖吗？我啊，打家劫早去了，做的是无本买卖。别说，以你的力道和这迷惑性的受月身块，若突然爆发，一般人真会着了道。怎么着，大块头，你还真谋划着让堂兄去打家劫舍啊？沈兄，前些时日你家卖新画本，我买了一本，那《射雕英雄传》超级好看，超级抓人，超级热血。那里的江湖武侠，是我梦寐以求的世界。你家到底从哪里请来的大师？于兄、赵兄二位这是怎么了？堂兄，你来的正好。赵明星竟整日沉迷新画本，我劝他把精力用在科举上，他非但不听，还说我古板。堂兄，我视你为楷模，你说咱们是不是该摒除一切杂书，专心科举才是？于兄，你的楷模正是始作俑者，若按你所说，射雕怕是要无人问津，我就要哭惨了。学春兄你执着纯粹，自然高尚；而赵兄博览群书，也不能说全错，只能说各有各的考量，各有各的人生之道。于兄，你太执拗，不若我们在现实中比比，看谁考得好。我或许考不过你，但同样纯粹的堂兄一定能赢你。你跟唐寅绑定了，哪只眼睛看到他纯粹的？真想敲醒你这木鱼脑袋！学春兄言重了，二位息怒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唐寅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也正有事寻你。夫子，我此番前来，乃是归还之前所欠银两的。这么快，家里周转开了，只需5两便可，莫要多给。多出的是学生孝敬您的，多谢夫子在学生危难之时援手。莫逢许礼，我也不能白要你的银子，便赠予你一本书册好了。原本就要借予你的，此书便送你了。夫子，我都说了，那本来就该是您的，赠书之事莫要提及。《射雕英雄传》，夫子送我的竟然是我写的书。此书文笔灵动，章法不俗，你细细体会，于科举文章颇有注意。不愧是金老爷子，老少通吃。只可惜不知撰写此书的汉唐是何人，若能得他指点，定当受益无穷。夫子说的对，若能见这位汉唐一面，当为幸事。学生先告退了。阿童，新出的《射雕英雄传》画本正火，你不买一本瞧瞧？花钱买画本，怕是大伯想看了吧？你这么大人了，还盯着占晚辈的便宜，羞也不羞？听闻书中老一辈人物极为出彩，作为同龄人，我也想瞧瞧。唉，
别人家是小辈要东西，我家反过来了。行吧，既然祖父大伯都想看，回头我就弄一本来。爹娘，先别干了，快看，快来看！这是又赢钱了，怎么买了这么多吃食？爹娘，以后我天天这般买给你们吃，都没问题。从今往后，你们不要这般操劳了，咱现在条件不差了。另外，现在开春了，咱家也该盖房子了。既然要盖，那就盖好的，照族长家那样，3间青砖大瓦房。爹娘，你们打开看看。银儿，这怕是有40-50两银子吧？你从哪里得来的？爹娘，你们肯定在想这钱来路正不正？我现在告诉你们，这就是正经路子赚的。爹娘，你们不会忘记这个岁假，我几乎每天都趴在这里写东西吧？就你写的那薄薄一小沓文稿？我写的是话本，托同窗家刊印售卖，卖得极其火爆，赚的钱自然多。我儿真是出息了，竟然能赚如此多的钱，比爹娘强太多了。妍儿，这事儿千万别宣扬出去，若是有人眼红，怕是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娘，我知道轻重，连祖父大伯他们我都没告诉呢。族长，我这次来，第一个事情是要给您还钱的。族长阿爷，多谢您当初慷慨解囊，让我能如愿读书。这都多少年了，我终于在唐家人身上看到回头钱了。资助这小家子，我总算没看走眼，有情有义有前途，这份善缘结下了。阿银，用不了这么些，多出的你快拿回去。那算我孝敬您的。另外，我有事求阿爷给办一下。阿言，有什么事儿尽管说，我一准给你办成。族长阿爷，我家要盖房子，我来问问您选址地基的事。也对，你家的茅草屋是该换换了，盖1-2间土坯房不用问我。不是阿爷，我家不盖土坯房，要盖3间青砖瓦房，带一个院子。阿银，你知道盖3间青砖瓦房要多少银子吗？听我爹说，您这院套花了30多两，现在怕是更贵。年前你家还四处借钱，怎么现在就攒出这么些银子了？回阿爷，全家一起努力，通过辛勤劳作赚到手的。谁家不辛勤劳动？可谁家短短时间就发了大财？那不是还有我呢吗？阿爷，你怎么把我给忘了？你这小家伙该不会是跟同窗借了这笔银两吧？阿爷放心，这银两绝对清清白白，至于怎么赚的，您就别问了，替我保密就行。行，小子，比你爹有种，阿爷便等着你御风化龙的那一天。沈兄，恭喜啊！一部《射雕英雄传》让你赚得盆满钵满。胞兄过誉了，只是生意有些起色，谈不上盆满钵满。我也不兜圈子了，那个写话本的汉唐到底是何许人也？那是我书坊新迁的才子，最喜清静，不方便与胞兄相见。不方便见？我看根本不是新迁的才子，而是你挖了我们青木书坊的墙角。哼！除非让我亲眼见到汉唐，否则绝不会这等对卑劣举己坐视不理。现实在即，必须收敛心思，全力备考。堂兄，你且出来一下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沈兄向来没心没肺，怎么今日这般紧绷？难道出事了？怎么了，沈兄？看你面色有异，可是发生了什么？堂兄，你先把这次的分成收起来吧。这次分成怎么提前了？可是有什么变故？别提了，堂兄，这事儿我对不住你。
射雕卖的太火，惹人觊觎，青木叔婆的报价横插一脚。他家势力极大，重重施压，咱们的画笔没法继续卖了。清河县是有王法之地，报家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行强盗之事。他们诬赖我们挖墙脚，为了保密你的身份，只能任由停售。沈兄，那鲍家到底什么来头，竟如此肆无忌惮？鲍家是清河县第一家族，连县令都要礼让3分。听说他们朝中还有人，在府城都能横着走。现在实力不济，只能隐忍，等我将来科举入仕，再碰一碰这鲍家。堂兄，这是衙门的停帽文书，你且看看。沈兄，我还信不过你吗？拿着文书来，是怕我猜忌？是我多虑了，只是画本停售，断了堂兄的柔入。这几次的分成足够家里开销了，至于将来再寻其他就是。鲍家一句话就能断了我的财路，弱小便是原罪，连反击的能力都没有。想摆脱这种无力感，必须走好科举之路。开春县试是我迈上青云路的第一关，马虎不得，一定要漂亮的拿下它。堂兄，我们2个终于跳级到甲等区，追上你的步伐了。恭喜2位，今后咱们便一同努力，迎战县试。多亏堂兄激励，今晚我爸和蒙武他爸做东，必须好好请你一顿。堂兄要是推辞，我就直接把你抱去酒楼的宴席上。既是如此，我便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这便是唐寅贤侄吧？快些来里面入座。早就听三多提起贤侄，今日一见，果然风神俊朗，气度不凡。三多能脱胎换骨，全靠贤侄激励帮扶。我敬你一杯。咱五福不会文绉绉的话，没你帮忙，我家阿武没啥出息。多谢，我干了。2位伯父太客套了，此前我有难处，沈兄蒙兄也是二话不说伸出援手。2位伯父放心，今后同在甲等区，我们定当互相扶持，一同进步。这少年举止沉稳，谈吐有度，进退得体，日后必成大器。贤侄肯定喜欢看画本，这本最近爆火的《射雕英雄传》送给你。爹呀，你把剪子送给王麻子，还真是会挑礼物。竟将我亲笔所写的画本拿来赠我，兜兜转转一圈，竟又被当作礼物送回了我手中。今日这顿宴席，倒真是别致的很。多谢伯父厚赠。这书写的太对咱们武者的胃口了，那位汉唐先生真是才高八斗。沈兄弟，能不能给传个话，让咱们建立建设这位大人物？唉，我连他是都不知道。源头经手人是三多这小子。汉唐先生，他不喜打扰，只想专心创作。这小子说话就说话，怎么一直跟唐寅眉来眼去的？肯定有事儿。唉，原本这书能抑制大火，怎奈鲍家横插一脚，只能被迫停售了。鲍家仗着有点势力，简直无法无天了。提到科举，鲍家那位少爷也要参加今年的县试，怕是要与们同场角逐了。太好了，堂兄，这可是你报仇的好机会。我的意思是，堂兄替叔部出口气，狠狠压一压鲍家那个少爷。唉，唐贤侄虽是天纵之才，但鲍家势力庞大，怕是难以压制啊。县衙已然公布了县试科场时间。本次县试定于2月26开考，距今日已不足1月。这1月，所有人务必全力以赴。若有胆敢懈怠者，休怪老夫手下无情。县试终于来了，接下来我便给你们讲冲刺县试的第一课。一点缓冲都没有，这压力也太大了。县试第一场最重要，考四书文和试贴诗，须以圣人之意为意，切不可走偏方向。第二场含八股题和前书圣训默写，默写要求一字不错，有遗漏直接刷下。错1-2个字就落榜，这也太严格了。第三场是自由命题诗文，想要做出令考官拍案称奇的佳作，难度不小，不必在此耗费过多心力。自由命题诗文，于旁人是难题，于我恰恰是最容易出彩的突破口。这1个月主抓4书8股文，从今日起我会接连出题，你们务必尽心作答。题目1：
我单阳武浩然之气。题目2：置之在格物。这也太难了吧！堂兄，夫子出的题太难了，你竟能一口气写3篇，能不能给我讲讲心得？顺便再给补课。我们初来乍到，一头闯进尖子群体，实在跟不上啊！你竟不以为耻！兄弟关系再好，能抵得过科举？你这是要害了堂兄于学春！我们情同手足，怎会加害于他？你分明是挑拨离间！就是，我们绝无加害之意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几位兄台何至如此？大家若是因我伤了和气，我心难安。多谢于兄回护。不过我当下有些时间，与2位分享心得也不妨事，不会耽误科考。堂兄既如此说，吾不再多言，望兄台不要因外界琐事耽误前程。今天先到这里，明天咱们继续。堂兄竟将我们看得如此之重，世上还有如此善良无私之人，我简直三生有幸能有此良友。沈兄所言甚是，相比之下，咱们拖他后腿之举实在羞愧。明天绝不能再让堂兄给咱们补课了，良心难安。堂兄，今日不必再为我2人补课了，你这般耗费心力，怕是要被我们拖累，耽误了你自己的功课。沈兄、蒙兄，你们别胡思乱想，温故而知新，补课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。堂兄，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？现实在即，以牺牲自己的代价给这2个平庸之辈补课，不荒唐吗？这混账会不会说话？我们怎么就成平庸之辈了？学春兄，多谢好意，但同窗互助本是应当，而且对我也有帮助，何来拖累之说？堂兄若因你们折气，我定不与你们善罢甘休。堂兄，我说不动你，那便让夫子来说。夫子让你去书房。薛春兄，你怎么还跟夫子打上小报告了？三多，你说堂兄从书房回来后，还在继续给我们补课，夫子竟然也同意了。厚积薄发，终于每日8古文，终于突破到5篇了。坚持打卡21天，每天6篇古文都能按时保质写完，总算稳住状态了。堂兄，你每日给他们补课，文章数量怎么还会提升得如此神速？薛春兄，我早说过，给他们补课并非拖累，而是互相成全。堂兄为了不让我们心里愧疚，竟以互相成全来安慰我们。太好了，堂兄是第1名！在堂兄的补课下，我也能一天写出3篇，冲进前10了。早知道跟着唐寅有这般好处，当初就该紧紧抱住这条大腿。这帮小子，最后几天每天加起来竟然有100多篇。自己挖的坑，跪着也要填完。老夫教书数10载，从未见过这般勤勉拼学的学子。县试在即，红榜之上，我3位书房必有一席。距离县试没几天了，从今日起暂且停了高强度的8股课宴，往后几日以轻松舒缓为主，让你们积蓄力量去考场发挥。朱夫子果然深谙应试之道，此举竟与现代高考前松弛备考之法不谋而合。下面我给大家说个能提升科举成绩的讨巧路径。此法并不繁复，只需行文风格尽力向出题人靠拢便是。县试出题者乃是县令大人，恰巧咱们班中便有县令大人的至亲在。堂兄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那赵明心便是县令之子，难怪他是总是一副孤傲拽酷模样，原是县令公子，这气质倒是半点不差。赵兄，赶紧说说令孙大人什么脾气秉性，大家可全仰仗你了。各位想知道我父的喜好，那便听我讲述一个事例，大家自行品评。当年我刚学《论语》，逢人便显摆，我父便问我：“
学而时习之，说明了什么道理？我回答要时常复习。父亲看着我问：“这些时日，你可做到了没有偷懒？”父亲指着花布教诲我：“读书如果只为了显摆流于表面，不落到实处，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，终究不会长久。”事例便说到这里，至于他的喜好风格，大家自行斟酌吧。看来这位县令大人不喜浮夸，注重言之有话，乃踏实稳重的风格。堂兄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赵兄，你可莫要为难堂兄。我有大好前程，为何做那损人不利己之事？真是不知所谓。县试只剩寥寥几日，堂兄觉得可以力压我一头，拿下县按首之位吗？我并无绝对把握，不过赵兄想拿下县按首，怕是更难。县令大人总要避嫌吧？水平相包之下，我爹为何不选我？甚至还能落个选人不避亲的美名。赵兄，你大张旗鼓找我出来，想必不是仅仅说这些言辞的吧？此番愿景终究难成，我即刻便要离开清河县，回原籍复考。临近县试，你竟要离开清河？是鲍家，他们怕我压过他家子弟，竟暗中运作舆论做事，逼着我回去。鲍家正真蛮横至极，前脚才封杀我的话本，后脚又算计县令公子。县令大人便这般眼睁睁看着你被运作回原籍？一来我在原籍大概率也是暗手，二来我爹给鲍家面子，他在清河的地位也能更牢固。看来这位县令大人不但踏实稳重，还十分懂得变通，八面玲珑。我走之后，鲍家少爷以为此次县考能横扫清河，殊不知还有个你。你可以猜猜，当鲍家少爷和你的试卷同时摆在我爹面前，他会点谁为按手？多谢赵兄这般看得起我，按手该是谁的便是谁的。我本想提醒你莫做傻事，看来多虑了。日后你我踏上青云路，再与那鲍该计较。鲍昌，这名字倒真是别致。对内定一事，说全然不在意是假的，但现在我羽翼未丰，急不得，路还长。赵兄这一走，心里还真是空落落的。大伙儿与其伤春悲秋，不如专注备考。待赵兄回归，我等拿个好成绩，别让他笑话。犬子顽劣，此次县试，还望大人多多照拂。明心公子才名在外，回本己应考，也是两全其美。贤侄自有才学，考场自会显露。明心归籍应考，于他于我都是稳妥安排。一点家乡小粗产，不成敬意。大人闲暇时不妨尝尝。鲍家仗着朝中有人，越发横行无忌，前脚暗中运作逼走我儿，后脚便上门送礼施压，真当我赵某是任人摆布的傀儡不成？鲍兄好意心领了，只是规矩在前，此物我不能收。县试阅卷自有定例，择优取士便是公道。贤侄若真有识才，本官自然不会埋没。不收礼不过是做给旁人看的场面话罢了。话都说到这份上，便是默许了。朝中有人好做官，谅你也不敢真的跟我鲍家作对。大人清正廉明，在下佩服，全凭大人公道做主便是。阿银，你且专注于县试，这些繁琐的报考手续全包在祖父身上。考场之事，孙儿自有分寸，定不负您心意。爹，您现在这般护着他，等县试放榜那日，可别到时候让他狠狠跌了您的脸面。闭嘴！若被你这番胡言乱语扰了状态，县试稍有差池，我绝不轻饶你。罢了，不多逗留了。天色已晚，我们出城回家吧。一路静心敛神，切莫再心生纷扰，乱了阿莹的保考心情。草场迎飞2月天，这段时间忙于县试，竟错过了张这般大好春我苦读数十载，岁岁埋首书卷，到头来功名未尽，春色也未曾多看一眼。春日再好，不如考场文章有凶，到头来县试怕是要落榜。别看了，耽误正事，还是早点回去吧。阿莹，
一应准备已大致妥当，接下来祖父便将多年总结的秘典传授于你。莹儿，你爷爷这辈子考场见得多了，懂得门道多着呢，你可得上心点儿，好好听你爷爷说道多道，这些都是花钱都买不来的经验，记在心里准没错。是啊，莹儿，你娘说的在理，好好听爷爷的话，别不当回事儿。论县试经验，全县还当真没能比得过祖父这老考生的。我倒要听听是什么秘典。考得多了，这县试种种关窍，没几个像老夫这般烂熟于心的。祖父您在清河县绝对是最权威的那一个。那是自然。言归正传，先说5人互保，必须找知根知底、人品不差的。若一人带小抄被抓，其他4人都要跟着取消资格，马虎不得。再说进场搜查的大头兵粗鲁得很，给他们些好处，便可留份体面。这好处还能连带一重更大的惊喜，那便是贡院内的座位。祖父，什么位置好，什么位置差呢？坏位置分2种，一是靠近厨房的火耗，油烟嘈杂，没心思多提；二是靠近茅厕的臭耗，那辣眼睛的味道简直是噩梦。看祖父这反应，怕是当年亲自体验过臭耗的酸爽吧？给兵士银钱，他们大概率会给你选个好位置，避开火耗和臭耗。县试之上，管他多少人争，榜上之位，我势在必得。所有努力，终要以结果定乾坤。那不是第一考神唐敖吗？怎么来考县试了？人家这是送孙子来，要培养下代考神呢。加上唐广文，正好凑成祖孙考神3人组。你们都给我闭嘴！唐兄有天纵之才，曲远区市县试他自可轻松通过，他几乎是县案手的不二人选。谁要与我鲍照争夺县案手之位，你且出来让我瞧瞧，可敢出来一见？这就是鲍家少爷，终于见到正主了，断我话本，逼走赵兄，真够嚣张的。薛春兄，别忘了咱们是来干什么的。咱们寒窗苦读多年，难道为了区区义气之争，毁了大好前程？多谢堂兄及时提点，不然今日我便惹下大祸了。你等排好队伍，经过查验，才可进入贡院。阿莹，记得我跟你说的秘典，切莫犯原则性的错误。知道了，祖父，您且先回去歇着吧，别熬不住了。看不起谁呢？这点小场面不值一提，倒是你这小身板自己悠着点儿。祖父，忘了10里路，你跟大伯是怎么被我支配的了？大胆刁民，竟敢夹带舞弊！来人，即刻革去你的应试资格，押出贡院！我怎会与你作保？这下彻底毁了前程，你害了我们所有人！互保连坐真是要命，幸亏祖父让我精挑细选同伴，不然真完了。你且上前，褪去衣衫。里面穿的倒是简洁好查，进去吧。说我穿的简洁，前面那凶士穿的更少，还被翻个底朝天，果然好处到位，待遇就不一样。希望我人字班此番都有个好结果，也不枉了这段时间的勤学苦练。大人，夜已验明，一切正常，没有问题。既是如此，共牌落锁。举牌放题，开启考试。无求备于一人，这句话出自《论语》，意思是不可要求一个人全能全才，而没有丝毫缺点。这是孔子对人才选用方面的论述。然后再结合出题人，也就是县令大人的秉性，他不喜浮夸，而热衷于脚踏实地，言之有物。这道题目应该围绕宽以待人来展开，应该取长补短。不能因为苛责而将闲事束缚。盖无求备于一人者，
非为人可废其修，乃明世无全才，当取长而容短，不以苛责困贤才也。好漂亮的字，这破题言简意赅，直达要害，起讲入题八股，各个部分严丝合缝，逻辑分明。唐寅，这不就是明心多次一级的那个童装吗？难怪明心将其视为劲敌，着实有能耐。若明心不回原址科举，他二人的比拼定有一番看头。县令这么闲的吗？一直盯着我看。此子不但才华横溢，信性更是难得。反观其他人，根本无法集中精力，差距一目了然。做题做的都忘记时间了，好饿。差大哥，我要打些热水。沈兄倒是拼命。身体是本钱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先养精蓄锐。堂兄，在考场上竟然还能睡得这么香，佩服佩服！最后一道题，以春雨如膏为题，赋诗一首。春雨如膏，不可直白书写，可以春雨润物，比拟皇恩浩荡，这般立意，格局便拔高了。柴大哥，交卷。这么快？喂，你叫什么？交卷倒挺快的，比本少爷也就晚了一刻。在下唐寅。鲍少爷，他是唐家子弟，祖父是唐傲。原来是考神的孙子啊！怕不是交了白卷，从此继承家族传统了。成绩如何？几日后放榜一看便知。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也敢扫我的兴！时辰到，开门放行。一家蠢材，搭理你们怕是都要染上霉运。阿银，你怎么出来的这么早？是有题目不会跳过来？祖父放心，我都写出来了，没有挑题，也检查过了。为何不多检查几遍？这么早交卷，万一有错漏怎么办？祖父，放心，已经认真检查过了。堂兄，多亏你这1个月的补课，今日现实这3道题，我怕是一道也憋不出来。这孩子太实诚，考前还浪费时间给别人补课，回头得说说他。薛春兄，你怎么如此萎靡？是身体有恙吗？别提了，被安排到臭号，差点没死。若是因此落榜，我真不知该如何自处。太嫩了，有些是不能省的。像老夫一样多考几次就通透了。好字，铁画银钩，简直是赏心悦目啊，有点眼熟啊。愿得甘霖谱，还云宫，共庆春，意境绝佳，绝了！将春雨与朝廷恩泽相连，意境绝佳。此卷上乘，本可作为头榜。唉，这小子可惜了。前2场已定基本盘，唐寅就列第2吧。论文章，唐寅当属暗手，奈何鲍家对这位置势在必得，鲍京也不算废柴，只能委屈一下唐寅这小家伙了。第3场自由诗文占比极小，几乎不影响排名，看看便罢。以2月为题，他写村珠倒是朴实无华，草长莺飞2月天，寥寥几字勾勒生机，刚好点题，不错。拂堤杨柳醉春烟，好句。杨柳如烟这诗完全不同以往，看他接下来如何添彩。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，竟从写景转到了写人，这幅画瞬间活了。我出这题本无期待，没想到他竟真把2月永远留下了。妙哉，好诗！此乃传颂后世的名篇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大人因何如此激动？可是看到了什么了不得的文章？你们快来欣赏一番传世诗文。唐寅之才远超同龄人，又是民心赏识交好的友人，鲍家横行乡里，目无章法，竟连本县公道都想随意践踏。科举取士本为选贤与能，今日这公道我不能再让。唐寅，快点，今天可是放榜的大日子。这么多人，不知我这成绩究竟能排第几？堂兄，今天放榜，我这心都要跳出来了。鲍少爷，以您之才，定然会登临县按首之位。鲍晴被内定为按首是极有可能的事，不知道我超常发挥能排到第几。放榜！坏菜了，最后10名都没我，再往前怕是更悬了。我跟你差不多，这次估计要落榜了。别急，还有一张榜单没贴。那是我的名字。我上榜了，堂兄，我上榜了，竟然考了35名，没给你丢人吧？第40名，蒙5，我也中了，堂兄，我也中了。他们都中了，不知我是第几名呢？还没有我的名字，难道我真的落榜了吗？都怪我新钱财没使银子，被安排在火号旁，状态大打折扣，我真该死。薛春兄，莫要如此，后面还有榜单未贴出，你还有机会的。阿英的名字怎么还没出来？难道在下一张榜单上？这越往前，心里就越不踏实啊！第3榜第21名到第30名，我中了，我中了，我中了！堂兄，诚如你吉言，老天待我不薄。薛春兄，我有些呼吸不畅，你可否松开说话？堂兄见谅，我太过开心，有点失态了。第4榜第11名到20名。今日县试放榜，不知银儿考得如何？先前朱夫子总夸他聪慧勤勉，上榜应当不难吧？银儿是得先生看重，可前些日为了你的姚意淫，熬夜写画本换钱，学业定然耽搁不少。这次县试怕是悬啊！哎，这孩子就是太懂事，小小年纪便恼得心疼我们。娘子不打紧，银儿今年若是不中也无妨，我再多耕几亩田，卖柴火，多攒点，让他明年再考。胡说八道！堂兄这般天之骄子怎会落榜？他极有可能登临县按首之位。县按首的位置必然是我报名的。堂兄，你中了，是头1名，我就说你绝非池中之物。堂兄，县按首，我居然有个县按首的兄弟！不是说鲍昭内定了县按首吗？怎么换成我了？那小子第1次考就中了，还是县按首。县按首是我孙子，我唐家祖宗显灵，此生无憾矣。稳住，我可是学生眼中最稳重的长辈，怎可在这般时候妄行？那不是朱世子，县按首，还有榜上好多人都是出自他的门下。朱叔子，我有一侄儿，可否到您的3味书堂去学习？混账！以我之才，加上鲍家底蕴，这第1本该是我的。大家莫急，县令大人有命，稍后将张贴前10名试卷，供大家观之。既是如此，那还不赶出张贴试卷，更待何时？县衙是你家开的，说真贴就真贴。我倒要看看这无名小卒写了什么东西，能压我一头。唐寅的文章与诗词不过如此，
他是如何获得县按守之位的，当真令人生疑。堂兄文章登峰造极，做这按守绰绰有余。反观你，我看了你的卷子，虽然尚可，给个前10已经够格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，竟敢只朝本少爷？你又有何资格只朝堂兄？不知所谓。蒙兄，能动嘴就别动手。班头大人，有人欺压良民。妈的，一个是鲍家，一个是新按守，就知道这趟差事不好办。县令大人有命，谁敢闹事，就去县衙冷静冷静。把赵恒搬出来了，想用他压我，没门儿。鲍少，敢问知府大人名姓为何？你问渤海府知府沈知武做什么？混账！我怎么顺口就答出来了？太跌份了！多谢鲍少告知府尊名讳，丰富见闻。今天不能善了，要么你去自请除去按守名号，要么与我比过一场，看看谁才是清河县第一。和我斗诗，论诗，我可是站在数千年文坛巨人的肩膀上。哼，怎么吓得抖作一团了？鲍少，既是比诗，你便出题吧。阿银，别跟他比，要是输了，你这县按守岂不是难以服众？祖父，放心，这一战只会让我的这个县按守更名副其实。唐银，你还比不比了？不敢就去找县令除去你这名不副实的位置。鲍少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让你出题，咱们比拼一番就是。阿银，让他出题，你太吃亏了，咱得把握主动权啊！没事的，祖父，孙儿我有谱。唐银，有事没事你跟那老头一直嘀咕什么？还将本少爷放在眼中吗？鲍少，别耽搁了，快些出题，比完各回各家。正值初春，你我便以春为题，各自做一首自由诗文。春这个题目，古人写的太多了，想出小太难。那鲍阳分明是有备而来，唐寅此番凶险。东风疏柳绿，细雨润花熟。莺啼方径里，醉卧踏青游。语言精炼，意境清幽。这首咏春诗着实是难得的佳作。完了完了，这诗做得太好了，阿银短时间内怎么可能比得过呀？唐寅，该你了。本少爷倒要看看你这乡间野小子如何献丑。鲍兄，你这首水准倒是不差，但比起我接下来的这首，不可同日而语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由静到动，代入感极强。花落知多少？尾句以问句收尾，余韵无穷，妙不可言，妙啊！唐寅，此诗文名为何？回大人，乃春晓。大善，来人，速速将此诗抄录下来，快！不可能！花重金买的诗，怎么会被他碾压？方才诸位亲眼所见，鲍照的诗作与唐寅的春晓高下已判。本县此次点唐寅为县按守，诸位可还有异议？大人明鉴，唐小郎君才华远胜旁人，县按守之位实至名归，我等心服口服。唐寅才学冠绝，此次县按守当之无愧。我早便说过，堂兄才学远胜常人，今日当众一比，谁高谁低，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放眼整个县学，又有谁能相比？今日之后，我看谁还敢质疑堂兄的县按守？堂兄真无错，县按守实至名归。这小子什么时候变得如此高深莫测？我竟有些不认识他了。广德、邱氏，快别忙活了！天大的喜事儿，天大的喜事儿啊！族长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一路跑得这么急，可是出了什么大事？是大喜事！
你家唐寅争气呀！县市高中头名，夺了县按手。组长，这是真的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千真万确，红榜第1名就是你家唐寅，不仅中了，还夺了县按手。银儿那帮同窗一会儿就该登门道喜了，你们赶紧回家备些酒菜，好好招待孩子们。实在惭愧，前阵子盖新房，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，如今连招待孩子们的酒菜钱都拿不出来，都怪我没本事。如今银儿高中县按手，我却连一桌像样的酒菜都置办不起。若同窗登门道喜，只怕要让银儿失了体面。哭什么？唐寅是咱们唐家的骄傲，也是全族的光彩。这些年供他读书，族里能帮便帮，如今中了县按手，更不能失了礼数。这些银子你先拿着，赶紧去集市把酒菜备齐，风风光光迎孩子们。族长，您对我们一家恩重如山，我唐广德这辈子都不会忘。这些银子，日后我一定想办法还您。说什么还不还的，都是唐家人，互相帮衬，本就是应该。如今唐姨有出息，比什么都值。快去快去，别耽搁了，孩子们怕是快到了，可别让客人久等。当家的，你瞧，喜鹊叫得这么欢，今天真是个大喜日子。多亏族长帮衬，今天咱们可得多买几样好菜，好好招待银儿那些同窗，不能失了咱们唐家的体面。这块五花肉切给我，要最好的。老板，土鸡、老鸭各来1只。老板，这条鱼要了。青菜、春笋各盛一些，今天可得备一桌好酒菜。等孩子们到了，吃上一口热乎饭菜，也算没辜负族长这份心意。今天一定把酒席办得像样些，让银儿和他的同窗都高高兴兴。嫂子，还劳烦你特意过来帮着10多院子，真是辛苦你了。都是一家人，唐寅中了县按手，是咱们唐家的喜事，我来搭把手也是应该的，可别让外人看了笑话。唐寅我了解，我打小就知道这孩子聪明，长大后不得了。你们看，我儿子4五眼光好吧？堂兄，走吧，咱们去你家好好庆祝一番。让各位在村口站了这么半天，实在怠慢了。婶子，你不用忙活了，咱们都带着现成的饭菜来的。堂兄这些年过得也太苦了。原本我都以寒门自居，然而看到堂兄这般家境，真有点无地自容。我敬你，敬堂兄！我孙儿可是县按手。大伯怎么没来？开学后我们升入弟子班，可就是同窗了。诸位乡亲，诸位贤弟，今日咱们唐家大喜，可谓是双喜临门。第一喜便是咱们唐家少年唐寅一举考中县按手，光耀门楣。这第二喜便是唐家2房的新宅已然落成。恭喜老哥，恭喜银枝，真是双喜临门，福气满满啊！苦尽甘来，终于住上新房子了。搬家是大事，明天我们有空，一早便过来帮忙搬东西。我们也来，人手管够，保证妥妥当当。多谢各位乡亲邻里仗义互助，这份情谊我们一家人记在心里了。多谢诸位叔伯乡亲，都是乡里乡亲，不客气。大家继续吃喝，今日尽兴。按手放着我们来，您歇着。都轻点放，别磕着唐贤侄的家伙。新房敞亮又气派，
银侄儿以后可要步步高升。辛苦各位乡亲了，今天真是麻烦大家了。搬完了，新家新气象，以后唐家日子越来越有用。当你成功了，周围就都变成好人了。算下来，我不知不觉来这朝代都满3年了。上辈子我就是个孤儿，无父无母，全靠国家接济才得以长大成人。一直一个人过，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。现在拥有疼惜我的爹娘，相伴交心的挚友，还有悉心传道、耐心提点我的恩师，这份人间烟火的温暖，是我从前从未体会过的。亲手看着属于我们一家的青砖癌院一砖一瓦落成，终于有了实实在在的归处，心不再漂泊悬空。往后不能光闷头死读书，得好好规划以后的日子。手上还剩卖画本的最后一笔分成，差不多60两银子。钱是好东西，但一直攥手里放着也没用。这里普通人家一整年吃喝用度也就20两，我先留20两自己备着，平时买纸笔、日常零散开销都够用。之前童窗窗来家里招待的支出，还是族长借的，都怪我考虑不周，分20两给八娘拿着，他们出门也不宜手头拮据，被人看不起。剩下20两，拿5两给祖父尽点孝心，余下15两，1两还给族长，补上当初请客的开销，10两捐去族展公产。当初要不是族长动用族展出钱供我读书，我连参加县试的资格都没有。这份恩情不能忘。最后4两买点吃食布料，让爹娘拿去送给当初帮忙搬家盖房的街坊邻，人情往来可不能落下。现在才刚过县试，后头还有府试、院试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，一关接着一关。只有考过院试，才算真正有功名在身，也就不用再为银子发愁了。外面天都黑透了，我居然躺着胡思乱想这么久。古代科举从不是儿戏，层层关卡，步步严苛，根本不是靠着现代背的几首诗就能投机取巧。可奇怪的是，心里越是清醒前路难走，我反而越笃定自己一定能一步步走到底。唐寅啊，别再瞎琢磨了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走好眼下每一步才是真的。好好睡一觉，来日方长。爹娘，我昨晚想了一夜，有件事我同你们商量一下，大概就是这样，你们觉得如何？银儿，旁的我们都依你，唯独留给我们这份钱万万不能要，这都是你辛苦得来的，尽数留着读书添置物件，不必挂念我们，家里用不着这笔钱。是啊，孩子，往后读书处处都要花钱，不用总顾着我们。爹娘，你们听我的，每一笔我都细细算过，安排的刚刚好。当家的，你瞧瞧咱们银儿是真的长大了。以前我天天愁她吃不好穿不好，就怕她念书把身子累坏了，现在倒好，还反过来惦记着咱们。咱们这辈子吃的苦，总算没白吃。唐敖老弟，你这辈子终究是熬出福气了。你家唐寅当真是个难得的好苗子，小小年纪一举考过县试，还得了案首，却半点没有少年人的骄进浮躁，最是难得信性端正。族长爷爷，祖父你们慢慢聊，晚辈先回去温书。去吧，快去吧。唐寅此番更是主动捐银10两补贴族众公产，知恩图报，心系宗族。这般品性格局，放眼咱们整个唐氏族人都找不出第二个。以唐家这一脉，是真的要兴盛起来了。族长这话倒是太过抬举他了，不过是我守本分之理须罢了，些许小事不值当这般夸赞。哎，不过说起来，就是这孩子心里惦记着长辈，昨日还特意包了银两，非要塞给我这老朽。你说说，
这孩子是不是太懂事了些？教得好，这可不是小事。既有功名之才，又有孝顺之心，还懂得回馈宗族、知恩图报，这般品性格局，千年难遇。老弟，你这是天大的福气，旁人羡慕都求不来。假期结束，又该回学堂了。以前跑到县城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如今这点热身，连汗都出不了。看来是时候给自己增加点难度了。科举考的是文章，可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，还有心智和筋骨。从今天起，每一步都要比昨天更强。身体和学问一样，不进则退。今天多坚持一步，将来便多一分底气。再穿过这条巷子，就到学堂了。唐寅，没想到吧？这么快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来者不善，看来今天想安安稳稳去学堂是没那么容易了。看来今日难免要费些周折。鲍少，现世榜首榜眼难得相遇，莫非是专程来与我叙旧？唐寅，你给我闭嘴！今日本少爷来找你，便是要算账的。知道本少爷因为你这乡间野小子挨了多少嘲讽与屈辱吗？鲍少此言，我倒有些不明白。我与你并无旧仇，又何曾有意让你难堪？混账玩意儿！你写的春晓和村居流传开来，害得我家少爷成了妥妥的反派背景板。住口！本少爷因你而遭受的嘲讽，今日要一并让你偿还回来。原来鲍少是来兴师问罪，不知在你看来，我该如何偿还？跪下，磕头赔罪，再从我胯下钻过去，我便暂且饶过你。磕头赔罪，从我家少爷胯下钻过去，不然便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。这帮人倒真把自己当成什么人物了。若真能息事宁人，受些委屈倒也无妨。左右不过你们几位看见，与我影响不大。真怂，窝囊废。既是如此，那你便跪地磕头，从我胯下钻过去，我就饶你不死。鲍少，稍后，我腿上绑着些练功的物件，不取下来，怕是行不了这大礼。鲍照，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，想让我跪地求饶，你还没这个资格。混账，你找死！谁会倒下，还得看本事。别管我，赶紧抓住他！今天我让其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这些日子的苦练总算没有白费，单凭他们几个还追不上我。我操！看着一个白斩鸡似的，我们几个竟然追不上！今日只是给鲍申一个教训，若他还不知收敛，我自然有办法让他长长记性。靠些临时手段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想要真正站稳脚跟，还得尽快掌握属于自己的底牌，总不能每次都等着别人找上门来。你跟本届县案首产生了冲突。爹，你也知道了？庶子，你丢人如此，满大街都传遍了，我想不知道都难。爹，谁知道那小子跑那么快，我几个最厉害的家丁都没追上，不然我定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愚蠢！那小子没有底蕴，却能从咱们手里夺走县案首，这般人物，你随随便便就将其得罪死了。爹，本该是我的县案首被他抢了，我每天还因为那两手破事被人嘲讽，我找他报复，难道错了？我问你，后续你打算如何处理此事？当然是继续拦截他。他跑得了一次，还能跑得了2次、3次。抓住他，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哼，被你这般打草惊蛇，你以为那唐毅会傻到任由你几次3餐拦截？他知道了又能怎样？一个乡间野小子而已，
能翻起什么浪花？他不够格就不会找够格的人吗？蠢货！他现在是登记在册的县按首，已经入了一些人的眼中。我恼怒的是你惹了事，根本不懂得擦好屁股。届时他成长起来，对我鲍家构成威胁，麻烦更大。爹，我懂了。为了不养虎为患，下次我拦截他后，便将之杀了，以绝后患。我怎么生了你这般沉不住气的，动不动就喊打喊杀，跟街头的泼皮有何区别？他若是泥腿子，杀就杀了，可他是县按首，你若没脑子的将之击杀，影响的是我鲍家。蠢货，在清县里随意也就罢了，你真当以为没有王法吗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爹，那你说该如何处置唐寅这个烫手的山芋？对付唐寅这般刚起来的新星，既然成敌人了，那就把他打到泥潭爬不起来。单一手段定是难以奏效，需对其进行多方打击。爹，那你说说，让我也长长见识。长见识的事情后面再说。当下你的任务是好生准备，争取下次府试之际，给我把府按首拿下。放心吧，爹，你要把唐寅这小子搞定，到时候我在府试中考个第一，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大言不惭！上次我将赵明心硬做回远籍，你也是这般说的。可最后呢？2个月后的府试也有自由试问，爹你可得早早想办法整治唐寅，不然我可没把握考得过他。记住，你的最终目标是要去京师做官。你若不拿下一些出彩的成绩，我也只能有心无力了。还有以后出去收敛一点。爹你就放心吧，2个月后的府试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福伯，早啊！您越发年轻了。唐小郎君，从你入学第一天起，我便看你不凡。果不其然，你便给咱们3位书吾挣回来一个县按首。福伯，您过奖了。若非夫子倾囊相授，我能不能通过县考还两说呢。你还没来过这么晚吧？今天是因为什么事情耽搁了吗？家中父母放心不下，一早细细多叮嘱了几句，因此来晚了，劳烦福伯挂心。恭迎唐按首。大伙儿过誉了，别这样。什么唐按首，不过是个虚名罢了。大伙儿好生读书，我们一起勤学苦练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都会取得好成绩。堂兄居功而不自傲，简直是我辈典范。至于吗？这般讨好，看得人浑身不自在。咦，赵兄，你何时回归的？多日不见，你越发气质卓然了。哼，算他有眼光，这话倒还算中听。2大县按首见面，怕是古往今来也不多见，真是让我等开了眼界。赵兄当真了得，考前数日长途奔波，人生地不熟之下，仍旧考取了一个县按首，当真令人佩服。堂兄，比起我来，你才是真的令人佩服。你我都知道清河县这县按首之位可不好得，看过你的试卷，尤其是那首村居之后，我才算彻底释然，实在令人叹服。我早就说过，堂兄之才在清河县无人能及。赵兄，这下你相信了吧？堂兄之才，我自是佩服，然则少年便该有少年之朝气。2个月后便是府试，届时你我2人好生比上一比。堂兄，你可敢应战？既然赵兄有此心，我自当奉陪，彼此砥砺，共赴府试，方不负这场相逢。求学路上最难得的不是独占鳌头，而是有志同道同之人同行，有此对手，幸甚。一会儿你们便要升级到弟子班了，羡慕之至。可惜我无法跟几位一同奋进了。朱夫子怎么还不来给我们主持升级分班之事？你们笑话了我几十年，现在谁还笑得出？县按首是我孙儿，我唐敖的孙儿。当初我将阿阴夫进送到学堂，要不是夫子你悉心教导，他哪里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？我这花甲之龄，正是该努力奋进的年纪，吾当越挫越勇，迎难而上。希望你，能得偿所愿。你此番又将另一个孙儿唐炳也拉来读书，这是准备复刻唐寅的奇迹。非我之意，而是广闻和其内夫人执意而为。凡是通过县试者，
跟我前往弟子班。终于走到了弟子班，现世只是起点，俯视在前，更高的路还在后面。这些人都是通过了现世的天才，却被腐蚀挡了这么多年，万万不可掉以轻心。今年竟然有5个新人晋级，还真是破天荒头一遭。唐寅，我困在弟子班多年，没想到如今竟和他平级了，真是难堪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师兄，初来乍到，以后多多关照才是。这小兔崽子是搞我心态来了，岂有此理！该死，我这10几年都干什么去了？要是早考过复试，何至于跟这小兔崽子尴尬碰面？因为有新人加入了弟子班，我便多唠叨2句。身处弟子班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尽一切可能通过复试。复试与现试相比，难度高出不止一筹。复试中4书8古文将更难更深，出题也更加灵活多变，甚至会特意选择极其生僻的题目。另外，复试中还增加了测命题，这是需要结合当下时事的一类考题。若是答偏答漏，乃至于实情不符，直接便要被落卷开去。甚至如果有幸能参加天子主考的殿试，期间只有测论1种题目。下一次复试将在2个月后举行，都给我打起精神，好生备考，莫要生出懈怠心思。太好了，就喜欢这种卷起来充实的感觉。这些小学弟都什么毛病？怎么都这么兴奋？听到要备考复试，不紧张就算了，怎么还跟看到金子似的，眼睛都发亮了？堂兄，家父在酒楼备下薄宴，务必赏光啊！堂兄，我爹也要请你来我家吧。既是各位长辈的邀约都碰到了一起，不如咱们共同组个饭局，一起热闹热闹如何？堂兄竟是如此轻松，3言2语中令得3方皆大欢喜，当真佩服之至。这都能夸成这样，开了眼了。薛春兄，大家都在，不如你也来一起喝几杯。唐贤侄，快请坐。今日我与蒙兄做东，定要不醉不归。听三下说志令待会儿就到，能有机会亲近一线父母官，这可全是沾了唐寅的光啊！唐贤侄，若非你每日补课，我家那小子打死也过不了县试。这杯我们敬你。那个贤侄，府事在即，不知能否再帮扶一下三多他们？沈伯父、蒙伯父放心，补课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，我乐见其成。唐贤侄年纪轻轻便有这般格局，聪慧通透，真是后生可畏。日后定要让三多与他交情更深。大人来了，参见县尊大人。你们坐，今天是私人宴请，在外不必多礼。多谢大人垂青，点我为暗手。小子着实愧不敢当，我敬您一杯。唐寅，这个县暗手，你要是愧不敢当，怕是整个清河县就没人敢当了。唐寅，你且来说说，此前做村居以及春晓之时，是由何等灵感而发，又是如何一蹴而就的？学生不过是晨起闻鸟啼，村居见炊烟，心有所感便随口成句，实在不敢当诸位如此夸赞。妙，寻常景物经贤侄一写变成诗章，胸有丘壑，却又谦逊自持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大人，学生有一事不得不冒昧向您当面分说，还望大人垂听。有何言辞，你尽管说来。县尊大人，学生今日一早赶赴学堂途中，竟于路上遭一伙强人公然拦截，
事情的经过便是如此。此事实在凶险，学生惶恐无措，还望县尊大人明察，为学生做主。堂兄，不知那伙强人你可识得？你是如何从他们手中逃出的？其间定然极为凶险吧？这伙人便是以鲍照为首的鲍家人。至于我如何逃脱，总不能把细节说得太清楚，不然未免有些伤人自尊。鲍家简直无法无天，咱们这便抄家伙上门，找他理论。王兄，此事干系不小，咱们还是听听县主大人如何处置才好。大人，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吧？我有一膀子力气，如果用得到，您尽管吩咐。为了避免对方做出格的事情，唐寅，你这段时间最好先不要回桃源村了。没问题，唐贤侄就住镖局里，谁敢找不自在，我让他竖着进去，横着出来。还有每天上下学，唐贤侄便跟阿武一同行走，他可以充当你的护卫。我虽然没有人手可出，但这段时间所有的开支费用都由我风雅书房出了，唐贤侄不要客气。多谢大人与诸位伯父秀助，此番大恩，唐寅必当铭记于心，没齿难忘。鲍家在清河市里盘根错节，一手遮天，若把我这段时间遇到的事都告诉爹娘，他们除了担心不会有任何帮助，暂时还是不说为好。银儿，今天怎么没早点回去，在等人？祖父，我是特意等您的，我想在县城暂住一段时间，准备府事，这段时间就不回去了。劳烦祖父把这个消息和爹娘说一声，免得他们担心。啊，那你住哪儿？祖父放心，我和蒙武说好了，暂住他家。朱夫子也说了，府事在即，每天这样来回往返，太费时间，耽误学业。既然是夫子说的，那便是对的。可话虽如此，住别人家里不合适吧？祖父不必挂心，蒙武课业薄弱，我暂住他家平交人，正好为是复盘温习，知识顺白补课讲书，梳理经义，记得更牢些。于蒙家而言，既能帮蒙武精进学业，又无需额外费心照看我。蒙武爹娘知晓后十分欢喜，再三邀我常住，我才答应，不算叨扰。蒙武那孩子实在，你们搭伴复习再好不过。行吧，你安心住下复习，我回去跟你爹妈说一声。辛苦祖父。你这般确实稳妥，后续府事学堂统一安排马车携送，你住在城中确实方便。祖父只管放宽心，如今我心中别无他事，唯有潜心苦读，备战府事，只求一举及第，为咱们唐家扬眉吐气。好，有志气，祖父信你。你只管安心用功，家里一切有我，无需你分心。祖父，我送您到门口。堂兄，你祖父回去了，你有没有跟你祖父说鲍家为难你的事儿？没有，我爹娘祖父他们对此事也无能为力，与其让全家跟着担惊受怕，不如我一人扛下。待我站稳脚跟，再逐一清算。在此之前，只报平安，不提这些烦心事。初送银儿入学读书，当真是这辈子最正确的抉择。这孩子小小年纪便如此懂事自律，若是此番府时也能够顺利榜，我唐家日子不就好起来了吗？我看以后谁还敢笑话我？广文，你先回去歇息吧，我去广德家中一趟。爹现在有啥事都不和我说了，不就是学习好吗？我一定要在本次府试拿出自己的实力，让你们刮目相看。广德，广德，在家吗？爹，您怎么过来了？银儿呢？我是来给你们带话的。银儿为了备战府试，往后一段时日便不回来住了，你们也不必等她了。我看银儿这孩子，日后定然是咱们唐家一族的希望。爹，那银儿平日里住在哪里？在外落脚，我们实在放心不下。你们尽管放心，他暂住蒙武家中，那孩子你们也见过。银儿住在那边，还能顺带帮蒙武补习课业，梳理经义。况且之前蒙武能顺利通过县试，也多亏了银儿悉心指点，蒙家上下满心感激，一家人都真心欢喜接纳银儿，半点不会怠慢他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便放心了。爹，
我这去收拾几套银儿的换洗衣物，劳您明日帮忙给她捎去县城。好，你收拾妥当给我。爹，天色不早了，留下来吃了晚饭再走吧。不了，你娘在家已经做好饭候着我，我回去也要收拾收拾书卷，静心温书，备战课业。你们俩自己吃吧。爹，往后银儿在城中有什么动静、消息，您记得及时告知我们。知道了，回去吧。你瞧瞧，咱们银儿这是越来越出息息，越来越懂事了。也不知道是随了谁，反正不是随你。娘子这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。银儿这脑子，这懂事劲儿，肯定是随了你。我这榆木脑袋可教不出这样的儿子。府事相治，从今日起开启冲刺模式。今日的测命题是：论述诚信为万事之间。策论说到底，无非是剖析问题，提出办法，以圣贤之言立意，以古今智力组政，再结合大前现状。若能由诚信延伸到官府、商贾、百姓之间的约束之道，什么？这就完成了？怎么这么快？这就是谢案手的强大之处吗？文章既成，剩下的便交给夫子评判。至于高下，自有公论。我操！怎么又一个？这批新人都这么猛的吗？2个县案手也就算了，怎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家伙也这么快？哼，写得快又有何用？文章根本贵在立意与内容。这般只图速度，不过是哗众取宠。下面说说本次府试冲刺第1道测问题目的评情况。此番测论题目，我便拿出一些家卷以及差卷，对比评说一番。赵明新所作策论写得入情入理，观点鲜明，逻辑衍生方面可圈可点，当为家卷。接下来再说说唐寅的这篇策论文章，建立诚信体系，设立诚信积分，此等方法当真新颖，而且切实可行。唐寅所答堪为大善，便属整个清河，怕是都无出其右者。刚从人字班上来的新人，第一次写侧翼就技雅前场，县案肘的含金量这么高吗？前人智慧加上后世见闻，不过是占了几分先机罢了。下面我再评说一份差卷。唐广文，你的策论我要批评几句，行文拖沓，重点不明，思路更是混乱。尤其论述诚信与大前民风一段，更是杂乱无章。回去重新构思，明日务必重写一篇交来。大伯也不必太过介重，夫子肯花心思点评，说明尚有改进余地。若是连提都不提，那才真叫可惜。你说是不是？这小兔崽子当真搞我心态。弟子班诸位，莫仗着多读几年书便自视甚高，眼下结果分明，无论行文速度还是文章质量，你们已被远远甩开。三多蒙武，你二人对策论可还有疑惑之处？不妨与我一同探讨一番。堂兄，我们正等你这句话呢。你一个毛头小子还讲课，装模作样。反正也是闲着，不如偷偷听听这小子讲的什么。咦，他讲的这些竟颇有道理，对我这种不开窍的，好像特别管用。爹，要不你跟阿伯先回吧，我有些事情，再待一段时间。唐广文，你偷听了这么久，感觉怎么样啊？还可以，继续。谁偷听了？你不要污我清白，笑话！大伯，家里事是家里事，但学问归学问，府事在即，我们唐家多一个人通过，总归是好事。若大伯真想听，不妨坐下来一起，大家同为弟子班同忙，多一个人探讨，总比闭门鬼要好。这小兔崽子不跟我算旧账，
还主动叫我一起学。堂兄这气量，我是真服了。我也不是非听不可，既然你都开口了，那我便勉强听听。堂兄，好累啊，好疲惫，好想像歇他3天3夜。累，说明走对了。如何说？因为走上坡路，就是累的。堂爷，你可在？今有一人欠下我赌房大笔钱财，他说与你这县案头相识，让我们来找你讨要。那欠债之人姓甚名谁？你且说清楚。他叫唐炳。不对呀，阿炳在人字班读书，怎么可能又跑出去赌钱？他已经痛改前非了呀，肯定是个同名同姓之人。唐爷，你快些出来救救我！唐寅，这怎么回事？要不要我上报官府？等下，福伯，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。都是唐家的兄弟，这差距怎么这么大呢？阿炳，你当初是如何保证的？如今竟又去赌了？我也不想啊，就是几个相熟的兄弟说一同消遣，起初我还赢了不少，不知怎的，后来便越输越寒。总共输了多少？这小子起码输了50几两。我们大赌，把零头抹掉，就算50两好了。你这败家玩意儿，一下子输了50两，这是要逼我拿命去填吗？堂弟，唐家就属你最有本事了，你快帮帮堂哥吧！你这倒霉孩子说的轻巧，那么些钱，阿屯拿什么帮你？银地家盖的青砖瓦房卖掉，应该就差不多能抵债了。我操，还有这么不要脸的货！用我的房子给你抵债，做梦！直说吧，若你不管自己堂哥，我们便去官府上告，到时候你也别想着科举府试了。早不欠债，晚不欠债，偏偏在府试前还第一时间来找我，这里面决定有鬼。鲍家，少拿这套唬我，以为我没看过大钱律例吗？有本事你们现在便去上告，看县令大人会不会剥夺我府试资格。虽然律例不会取消我资格，但打起官司来，隔三差五被传唤，确实会影响我备考。这招真够恶心的。银弟，哥哥我可不想坐牢啊，你快想想办法。实在不行，把你家房子卖了，帮我顶账，我后面再赚钱还你就是。闭嘴！你这孽障，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？阿银现在正准备府试的关键时刻，若是因你小子之事而耽误了他的前程，别怪我这个做祖父的清理门户。大侄子，咱唐家就属你最有本事了，你帮忙想个法子，只要不让那小子坐牢流放就成，算大伯求你了。钱肯定是没有的，不过有个不是法子的法子，倒是可以试试。大侄儿，有什么妙策？你快些说来。这个招数有些另类，使出来管不管用不好说，甚至还可能带来一些风险。大侄儿，不管行不行，你且先说出来看看，万一要管用呢？这个办法就是让堂哥写一张状纸，去衙门打官司上告。阿莹，写状件莫非要状告赌坊吗？状书上就写龅牙通敌卖国，意图谋反，堂哥揭发检举，以求赎罪。银弟，你这出的什么馊主意？是要救我还是要害我呀？法子我已经出了，再没有其他更好的手段了。至于听不听，随你们好了。鲍家，既然你要来阴的，那我就以毒攻毒，以乱止乱。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让你好过。什么兄弟？出事了跑得比谁都快。现在想起兄弟了，当初闯祸时怎么不想？
人家明明给了你法子，你还不知好歹。爹，那叫法子，那是让我去送死，告鲍家少爷谋反，我是活腻了不成？你小子别唧唧歪歪。阿银既然这么去说，那想必有他的道理。你便写这个状子。你看不出来吗？唐寅这小子是要报复我呢！要写了这个状子，我怕倒霉了。你要不想写状子，那就自生自灭去吧。不是吧？我这是众叛亲离了，全都走了，没一个管我死活。既然还不上赌债，那就去衙门打官司。祖父、堂弟，我写状子还不行吗？阿炳这时，阿银那不着边际的法子到底行不行啊？阿婷，你可真神了！爹，难道阿婷的法子奏效了？阿炳怎么样了？这事儿说起来有些邪乎。毒坊的人押着阿炳往县衙走，走到半路一个偏僻的地方就出事儿了。突然冲出一伙人，将阿炳和毒坊那些人给打劫了。毒坊的人押人去官府，半路反被打劫，话本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吧？打劫的那些家伙说来也奇怪，不要贵重的东西，就把阿炳手里写的那个状子给抢了去。你们以为这就完了？嘿，更怪的还在后面呢。那伙人抢走状几后，还剩下一个物件，捡起来一看，竟是一张银票，上面不多不少，刚好50两。不是，老爷子，他们抢了阿炳的状子，丢下50两银票，这些人有病吗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哦，对，问阿银啊，这个法子不是他出的吗？哼，鲍家的老套路了，想用唐炳这口锅恶心我，拖慢我府事的进度。我不按套路出牌，反过来写状子恶心他们。鲍教同样要府事，耽搁不起，只能用这种方式息事宁人。许是那鲍家做了亏心事，怕事情闹大，才出此下策吧。事情解决了就好。今天不讲八股策论，而是聊一聊提升府事成绩的讨巧路径。这个讨巧路径，便是获知出题人的风格偏好。此番府事出题人乃渤海府知府大人沈知远。说起知府大人的偏好，唐姨，你这次怕要占大便宜了。知府大人沈知远还有一重身份，那便是渤海诗社的社长。这位府尊大人对诗文的热爱，那是无与伦比的。渤海诗社的名头在整个河东省都有一号，所以我才说你在这次府事中怕是要占大便宜了。沈知远竟是诗社鹤长，看来此次府事诗文一道倒是正合我意。若能以诗文扬名，倒也不枉我这些时日苦读。不过越是顺累，越不可大意。鲍家那老狐狸尚在暗处，需谨慎行事。堂兄，恭喜了！此番府事第1名次，怕是要落到堂兄头上了。诗文一道，你确有过人之处，但四书八股策论根基，我未必逊色于你。府事榜首，鹿死谁手，尚未可知。妙极！青云路上最怕独行无趣，能有赵兄这般人物同行共进，彼此砥砺，何其幸哉！草长莺飞2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。妙哉！春眠不觉晓，花落知多少。此诗意境比上一首犹有甚之，其间回味深远如斯。谁能想到，写出这般堪称传世名篇者，竟只是区一少年也。清河县唐寅，有意思。希望府事之时，你仍能带给本府惊喜。多久没看到过如此质量上筹的画本了？似乎也是清河县之人所作。清河县虽小，却当真藏龙卧。能写出《射雕英雄传》这等奇书之人，胸中必有秋色，腹内当藏锦绣。汉唐究竟是何等风流人物？他日若是有缘
能与汉唐先生秉烛论道，当三生有幸也。今日便不再多讲什么了。府事当前，你等拿上考牌，收拾考篮，便上路前往渤海府吧。终于要考府试了。堂兄，此番我不必回原籍，可与你同赴府试，正好借此机会，你我二人好好较量一番，分个高下。妙几席，路上能有丈兄这般对手同行，当真幸事。此次府试，你我便各凭本事，一较高下。不知道这次还会不会那么幸运？赵大人肯赏光一步寒舍，鲍某这间小小书房今日也算蓬荜生辉了。鲍员外言重了，你特意遣人相邀，又平退左右，想来不是寻常寒暄，有什么话不妨直说便是。赵大人果然通透，今日请你来，一是叙旧，二也是念着从前的情分。早前县士大人体谅我鲍家深处，替犬子周全考区，这份情鲍某一直记着。如今府事在即，犬子多年寒窗全系于此，我这个做父亲的实在不能不替他多想一步，所以才厚着脸皮再来叨扰大人。员外若有难处可以说，只是府事规制更严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从前能周旋的事汤作，如今未必还能周旋。大人何必把话说得这样生分？你初到清河时，多少人观望，多少事撤阻，是我鲍家在旁配合，才让大人这县令之位坐得安稳。鲍家的孝助，本官并非不记，只是人情归人情，公事归公事，二者只究不可混作一谈。犬子鲍照苦读多年，所求不过是在府试中拔得头筹，替鲍家挣一个前程。可如今清河考场有两个人横在他前头，一个是唐寅，这个人我自有安排，暂且不劳大人费心；另一个便是令郎赵明心。员外绕到明心身上，究竟想让本官做什么？明心贤侄，天资卓绝，我家孩儿确实难忘其班辈。鲍某今日所求并不伤人，只请大人再行一次方便。不过是换一处地方应试，既不毁明心贤侄的前程，也能给全儿留一线机会。两个孩子分开考，各凭本事争名次，你我两家也免了日后难看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这件事万万不可。考习关乎府事公正，不是随手挪一张名册那么简单。这么说，大人是半点情面也不肯给了？不是不给情面，是这份情面给不得。府事层级更高，督察更严，一旦事发，受牵连的不只是我赵恒，也会拖累鲍家。鲍兄应当比我更清楚其中轻重。轻重？我当初替大人掂量轻重时，可没见大人如此清高。如今轮到我儿的前程，大人倒开始满口规矩了。只要大人肯点头，金银田产铺面任你开口，往后清河上下，我鲍家也照替大人兜着。若是别的事，赵某自会想法相报，唯独此事，恕我不能从命，告辞。好一个科场公道！赵恒，你真以为做稳了清河县令，便能不把我鲍家放在眼里？你今日的位子，当初也有我鲍家一份力。你既然为了一个规矩，把我儿前程踩在脚下，就别怪我不念旧情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鲍家拖着，你还能不能稳坐清河县令这张椅子？立刻飞鸽传书，把这封信送到唐阴城那位大人手里，在备车后里。来人，迎及车后里，挑最稳的押送进京，路上低调些，
不许走漏半点风声。清河赵恒，既然不想做，那便换个地方做。都把车看紧了，天黑前必须赶到下一处驿站。老爷交代过，这几车里一箱都不能少。圣旨到，清河县令赵恒，速速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北山县地处偏僻，民生雕索，赋税久亏，盗匪滋扰，需甘源整顿。赵恒素有治县之能，着即日起调离清河县，改任北山县县令。5日之内交接清河县务，按期赴任，不得延误。钦此。臣赵恒接旨。赵大人，旨意已下，北山县那边等不得，5日之后若还留在清河，可就不好交代了。我听闻北山县地处偏僻，历来是苦差，朝廷此番调令，分明是……为父心里清楚，不必再说。你先坐下，陪为父说说话。父亲，你分明看出是鲍家在背后使坏，为何还要束手接旨？大可据理力争，或是上书陈情，何至于……明心，你可知这道调令一下，纵是查出鲍枭在背后使力，圣旨一成，再争也是抗旨。为父这些年在官场沉浮，若连这点道理都不懂，如今早已人头落地，何谈护着你们？北山县看似烂摊子一个，未必不是塞翁失马。为父若能在此处做出一番政绩，往后再回朝堂，反倒更有底气。为父调离清河是既定之事，眼下最要紧的是你此番赴渤海府应考。鲍枭那日在书房话里话外已把你视作眼中钩刺，他既容不下你，此去府事你务必万分谨慎。父亲是说鲍家要使坏？赵安，进来。赵安，往后你便随明心同赴渤海府，暗中保护，不必声张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必露面。是。父亲，儿子并非3岁小童，何须专人跟随？为父知你有分寸，也信你的本事。可鲍枭常用暗招，防不胜防，若真出了差池，为父不放心。你自小到大，为父何曾这般求过你？父亲莫再这般说，我听您的。父亲此番前往北山县一路辛苦，儿子本该在侧照应，却要独自离家赴考。父亲此去务必保重自身，莫再像从前那般一忙起来就忘了用饭。为父又不是书辞官，自有应对之法，你倒不必替为父操心。倒是你一贯冷着一张脸，也没个人在旁边提醒你添衣加饭，为父反倒更不放心你。哼，对了，你见到唐寅那小家伙，提醒他一句，小心鲍家。儿子记下了，父亲放心。我儿不必与那些寒门学子一般挤在寻常马车里同去，你独乘此车，安心赴考便是。爹，那唐寅一路上灰头土脸挤车赴考，我光是这份气势，就先赢了他3分。此车是为了让你静心北考，免去奔波，不是让你拿来炫耀攀比的。爹，差点忘了正事。上次您说要打压唐寅，如今府事在即，到底安排的如何？可别让我到时候毫无准备。该安排的，为父自有分寸。火候不到，不必急着摊开来给你看。你只需记着一件事：府试考场之内靠的是你自己的本事，考场之外的事，自有为父替你铺路。爹果然深不可测，那这次要在何处动手？是他赴考路上，还是……这些话也敢在外面乱说？记住，谋事不与，成事不说，这是为父在清河立足的根本。你若学不会，即便得了府按手也没用。孩儿明白了，爹放心，这些话我烂在心里，绝不外传。这次能成功吗？还是又一场镜花水月？
戒骄戒躁，好生发挥，保重。各位乡邻，官爷做主，便是这位书生，往日与我私会缠绵，赠我银花簪，亲口许诺为我赎身。可如今他要远赴渤海府赶考，转头便翻脸无情，装作不识，狠心负我。我万般无奈，才当众拦路讨一个公道。看着年纪轻轻，莫非真有风云劣迹？真是看不出啊，年纪不大便这般早熟。难说啊，不然女子怎敢当众拦人？这女人来者不善，赶考临行被人拦路，这事怕是麻烦了。纯属颠倒黑白。堂兄日夜埋白头苦读，守礼自律，从未涉足风月场所半步，分明是蓄意栽赃，专挑远赴府试的关键时刻作祟，用心歹毒。唐寅，我与你确定一番，你可识得这女子？她所说之言属实否？诸位别这样看我，倒像我已经被冷定了罪似的。说来惭愧，我也与诸位一样，刚刚才知晓这位姑娘唤作如花。至于春香院，唐某更是不知其门朝何处开。唐安守，你怎得如此车慌？此前你明明轻车熟路就到了春香院，跟奴家你侬我侬来着。如花姑娘，说吧，你来此到底是何目的？小女子别无所求，只为到此看一眼唐安守，以解相思之苦。唐寅此前一直在清河，你若想看他，何时不能看？为何偏要赶在他复考之时前来？您有所不知，平日里奴家害怕耽误小郎君学业，故而一直没有前往。但今日听闻唐安守神采飞扬，我便难忍思念之情，这才来至此处。平日怕耽误他学业，现在就不怕了？你可知，因你出现，他接下来的服饰都要受到影响。奴家也不知会如此的，奴家只是太过想念守，你莫要责怪于我，奴家真不是有意为之。这唐安守看着品行端正，没想到竟做出这般不义之事。这姑娘看着柔弱可怜，定是这下有些麻烦了。这个女人心思深沉，阿言的处境越发被动了。你这妇人竟敢蓄意败坏我孙子刻骨青玉，老夫跟你拼了！皇兄求罪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都说打人了！一个大男人欺负弱女子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你说他打了你，可他这只手从头到尾都没碰过你。祖父，没想到您这么大岁数，这爆发力还是蛮强的。要不是我练过，怕都拉不住你。你这孩子都什么时候还说笑？你的前途都要被这女人毁了！祖父，恕我直言，祖父您这般喊打喊杀，不但整治不了对方，反而是帮了他的忙。混账小子，老头子明明是在帮你，我……夫子，此事因学生而起，理应由学生了断，还请退进夫子暂且退后，容学生一试。诸位好友，大伯，这番风波，唐某心中已有旁，稍安勿躁。既如此，切莫逞强，记住，为师就在你身后。堂兄心中有数，你我此刻尚浅，反倒添乱。你们这群愚昧的人，被一个女子蒙蔽了双眼。没事，祖父，小事一件，您且去后面休息。孙儿去瞅怎么个事儿。鲍家又递来一记软刀子，倒是半点新意也无。既然他们喜欢借流言伤人，我便顺着流言设局，让他们自己把破绽送出来。眼下先破眼前局，背后的账暂且记下。站住，莫要靠近！你需要耍花样，我们盯着你呢。几位兄台护人心切，堂本理解。只是诸位也瞧得出来，我不过一介复考书生，若真动起手来，怕是连自保都难，又何谈欺负这位姑娘？这位姑娘事关清一白与名声，还请慎言。你确定没有认错人？唐安守这是说的哪里话？你与我浓情蜜意之时，可不是这般翻脸不认的模样。若真有此事，转头不认人，确实过分。
读书人最重名节，若敢做不敢认，那才叫丢脸。既然姑娘口口声声说与我情深意重，那便请说出2件只有你我才知的亲近细节，也好让诸位乡民替你作证。唐安守，你何苦当众逼问些私密事？奴家如何说得出口？这话听着也太暧昧了，难道他们真有旧情？含糊暧昧的话便不必说了，你且选2件能让众人听明白的细节，越具体越好，这样才足以证明你所言不虚。如花姑娘，请吧。他怎会顺着我的话逼问细节？若说得太虚，众人必然起疑；若说得太实，又怕露出破绽。唐安守，何必非要说这些？你我情到深处，许多事只可意会，哪里能当众细讲？姑娘说来说去都是这些泛泛之谈，怎么连一件你我亲昵的具体场景都说不出吗？若真如你所说情深至此，难道不该是将我们的亲昵场景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又一遍吗？怎会临到当头，竟一字都吐不出呢？如花姑娘，既是你苦苦追问，那我便说上一件。曾有一夜，你我赏月，你饮多了酒，是我替你更换里外衣裳，期间你还吐了奴家一身。你将我里外衣衫全都更换了一番，这么说，你将我看了个一览无余了。唐安守，看你说的，你我之间早已亲密无间，还有什么秘密可言？哇，越听越像真的。难道唐安守当真与他有私情？鱼一咬钩，该收网了。既然你说你曾替我更衣，那我左臂上那块偌大胎记，你应当记得清清楚楚，请当众指出它在何处。奴家的心思都在唐案主身上，至于你左臂上的胎记，只是惊鸿一瞥，具体位置并未留意。大伙儿好好看看，我左臂之上可有硕大胎记？大伙儿瞧瞧，我右臂上可有硕大胎记？如花姑娘，你该不会还要说，这胎记长在不便示人的地方吧？我唐寅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何来你所说的污糟之事？好啊，原来是你在污蔑好人，真不要脸！骗子，竟敢利用我们的同情心！流言最怕当众翻转，人心也最容易顺势而变。今日先让他自己露出破绽，再顺藤摸瓜，把幕后的人也拖到明处。如花姑娘闹到这一步，你若肯说出是谁指使，唐某尚可给你留几分体面。没有人唆使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你不说，我也能猜出7、8分。眼下正值我复考之际，专挑这个时候在名声上下手，又肯下如此血本布局，清河城里够得上这份心思和手的，屈指可数，是报价，对不对？好你个如花，竟是偷偷跑出来惹是生非，还不赶紧随我们回春香院去！今日少不得你一番惩戒！无我清白不成，转身便想离开。世上没有这样便宜的事。今日若不给个交代，唐某便去县衙递状。大家都不容易，还是宽容一些才好。唐某虽是书生，却也识得律法。今日这状，我递得起，也递到底。我还要告幕后主使，看看究竟是谁在背后买人污我清白。我还要状告唐寅，你别太贪得无厌。足150两，买我不当场追究。鲍家果然舍得花钱，也果然怕事情闹大。钱消灾，这春香院的人都有毛病不成？大侄儿，大伯帮你捡回来，20两、30两、150两。表面上我占了上风，可这不过是鲍家在爱惜羽毛拿钱消灾，150两对他们而言只是皮毛，这才是真正的差距。大侄儿，这么些钱啊，那个你花得了吗？要不大伯帮你存一部分？这么大人了，还惦记晚辈的钱，丢人不？哼！我方才也是替大侄子跑腿捡回来的，多少也该……堂兄，今天也就是你，实在太强悍了。堂兄，对不住，方左有一瞬，我竟真被那女子带偏了，是我识人不明，人心易被带偏。那女子演的确实像，蒙兄你今日能自省，已胜过许多人。你还好意思说？堂兄手里自持，你竟对其有所怀疑，简直该罚。此前我还担心不已，现如今我觉得不该担心你，
而是要担心与你作对的那些人。夫子过誉了，学生不过是恰好问到他的破绽罢了。堂兄那一厮，我瞧着都替那如花心惊。这般手段，往后谁还敢来沾惹你？沈兄，莫要空比划了。堂兄的手段岂是你三言两语说得清的？不是，我是当真被那女子唬住了。往后我可得多长个心眼儿。短短时间里，鲍家的手段一环接一环，若他们在半路路再出招，我也一点都不意外。终于到了，这一路总算是走完了。鲍家这笔账，我一笔一笔都记着。府事当前，先取功名，待站稳脚跟，慢慢清算。